他是至高无上的埃及法老，却爱上了穿越千年的现代少女。为了再次邂逅他的命定爱人，他放弃了进入轮回得到永生的机会，将自己的灵魂以及深沉的思念全部寄托在陪葬的安卡上面，希望终有一日，安卡会带着他的灵魂重新去往他的身边。于是，在3000年后埃及的某天，身为快穿者的琳琅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此次任务就是要找到一枚拥有强大力量的安卡。在埃及传说中，人在死后要经过许多关口才能到达生命之门，这时就要用生命的钥匙开启大门，走向重生。现在很多埃及人身上都佩戴着安卡，琳琅脖子上也戴着一枚安卡项链，这是他刚来埃及时从热情的黑心商那买的。当时他一眼就相中了这枚有裂纹的安卡，明知道价格不匹配，但他却莫名移不开眼，总觉得这枚安卡应该是他的。可小六却说并不是这枚，他要找的那枚安卡拥有强大的力量，有篡改历史的能力，必须要在有心人拿到这枚安卡前找到它，阻止历史发生改变。尽管如此，琳琅还是咬牙花钱买下了。殊不知这枚安卡项链不久后将强行带他去往古埃及，让他再次与3000年前的埃及法老相遇。而自从琳琅佩戴这枚安卡项链后，身边总是发生稀奇古怪的事。终于等到你了，我炽热的爱人，请你再次回到埃及，回到我的身边吧。明明他还走在回酒店的步行街上，下一秒却置身于3000年前的古埃及，并且脑海里总有个声音在引领他往前走。还好同伴琳娜及时叫住了他，让他神智突然清醒，不然他刚才多再迈一步就会被行驶的车流撞死。而当琳娜打算给他介绍对象时，一块巨石却突然从上面落下来，正好砸在琳娜之前所在的地方。种种诡异的事情不得不让琳琅多想。恍惚间他听到了一阵悠远的歌声，他眼神开始迷离，拎着包就出来了。他跟着声音再次来到白天那条步行街，很晚了，街上空荡荡，商店的灯都没亮几盏。随着歌声停后，琳琅意识恢复清醒，心慌的他刚要转身回去，便看见了远处一个骑着骏马的男人。男人一身黑衣，身上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同时男人也看到了他，眼底划过惊讶，似乎没想到晚上会有人出现在这里。他身下的骏马不断踏蹄，发疯地往他这个方向跑，照这个速度绝不会在他面前停下来，大概会踏着他的脑袋迈过去。男人沉声道让开，可他往哪躲马就往哪跑，根本躲不开。就在马蹄快要踏上琳琅后背时，马背上的男人怒喝一声，猛地收紧缰绳，马身都跟着往后仰，命保住了。马成功绕过了他，继续飞奔往前。不过片刻间，那人和马就化作一道黑影，消失在了道路转角。琳琅来不及庆幸感慨，惊魂未定之余，他忽然发现原本的步行街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又变成了充满原始特色的街道。然而最要命的是，他装着手机、身份证一系列物品的背包竟被刚才骑马的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琳琅咬牙，现在再追过去明显已经来不及了。来埃及后发生的怪异事情应接不暇，饶是琳琅在心大，也发现自己似乎被什么厄运盯上了，倒霉的不行。这里绝对不是他之前所在的步行街，更不是什么海市蜃楼。脑海中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不管怎么说，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找到回去的路。柏油马路已经变成了特制的石板路，在低矮房屋的另一侧，能看见远处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不敢轻易往那有着耀眼亮光的宫殿走，打算碰碰运气，原路返回，说不定能离开这里，回到酒店。刚转了一个弯，就听见一道惊慌声。琳琅一愣，还没走近，就看到不远处有个少女靠着墙，正被好几个成年男人围着。他们松开自己的衣衫，语言猥琐恶劣地调戏着这个受惊的女孩。其中有个男人笑得猥琐，伸手就要解开少女的衣服。琳琅高喝一声住手，几个男人吓了一跳，回头再看到琳琅后眼睛更亮了。男人们舔唇像是捡到宝了一样，色眯眯冲琳琅吹了声口哨。又来了一个，这个更漂亮，过来和我们做有趣的事情吧。有趣你大爷！琳琅受不了这些混蛋嘴里的污言秽语，抄起身旁离他最近的一根晾衣服竹竿，几步上前，一棍子打在了先说荤话的男人小腹上。男人没有防备，吃痛的捂着肚子斜倒在地上，满脸痛苦。其他男人神色很不好看，眼底阴狠，他们啐了一口冲向琳琅。琳琅力气不如他们，但胜在动作敏捷迅速，棍子专挑要害打。渐渐的，男人们的痛呼声、求饶声越来越多。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琳琅冷哼，毫不留情，又是一棍子打在了离他最近的男人身上。最后这几个男人全被他打晕了过去。他也消耗了不少体力，胳膊和腿都很酸。不过对付这些无赖地痞绰绰有余。那个因为害怕躲在一边发抖的少女这时走过来，她脸色苍白，看到地上晕过去的男人们，仍旧感到一阵心悸。她抬头感激地看着琳琅，谢谢你，你真厉害。顿了顿，他介绍自己，我叫阿莎。不用谢。琳琅友好伸手，你好，我叫琳琅。阿莎愣愣看着琳琅伸出的手，眼底茫然。琳琅这才想起来，这里并不是他原来所在的地方。阿莎身上的衣服也不像现代埃及人穿的，他心里猜测着，向阿莎询问这里是哪。阿莎很耐心地解释。得到答案后，琳琅按上太阳穴，果然了，现在他不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了，而是3000年前的埃及王都孟菲斯。没错，3000年前的古埃及，拉美西斯2世执政时期的埃及第19王朝。琳琅告诉自己要冷静，周围仍旧是充满古
埃及特色的建筑，远处的宫殿灯火通明，他找不到原来的酒店，更别说拿手机能联系到琳娜。阿莎见琳琅长相与衣着并不是本地人，再加上他来回乱走，不认识路的样子，阿莎犹豫了片刻，开口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去的地方，可以先来我家。”阿莎还有个哥哥，他们的父母去世早，兄妹俩相依为命，开了一家面包店，毕竟是要在人家这里借住。琳琅一进门就很礼貌地和他打招呼。正在记账的勒曼亚看到妹妹回来，他皱眉，刚想斥责她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就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跟着进来。这位是勒曼亚，明显愣住。等阿莎解释完来龙去脉，勒曼亚很热情地扯出笑容：“谢谢你救了我妹妹，以后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和我说。”对于琳琅暂住家里，他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琳琅在他们这住了下来。勒曼亚和阿莎兄妹俩性格温和，对琳琅很好。琳琅感叹，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人收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在这里住着，琳琅自然不能白吃白住，毫无负担地去接受他们的好意。他也会每天帮助阿莎一起做面包，然后售卖。阿莎做的面包松软又好吃，卖相也十分漂亮，一点也不比现代的面包差。但生意似乎并不是那么好，半天过去，面包店都没有什么人进来，而他们对面的一家面包店生意就很好。阿莎叹了口气：“我和哥哥也不算是埃及人，父母10几年前来埃及做生意，生了我和哥哥，后来他们去世了，我和哥哥只能自食其力。但因为在这里没有依仗，附近的地痞总是针对我们，自然而然牵连到面包店，就没什么人来了。”他神情难掩失落，面包店不赚钱，哥哥只能时不时出去做些别的跑腿生意，赚钱来补贴家用。其实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哥哥的累赘，他已经到了娶妻的年龄，却因为要照顾我，没有时间找到自己喜欢的人。阿莎，你不要这样想，你不是累赘。琳琅拍上阿莎的肩膀：“我有办法把这些面包都卖出去。”阿莎没当真：“没事的，你不用因为留在这里而产生心理负担。”琳琅已经搬了一张桌子出去。阿莎不明白他这是要做什么，快来帮忙，让你见识一下现代人的智慧。琳琅究竟用了什么方法，短时间内让面包店起死回生，让卖不出的面包顿时被人们哄抢了。终于等到你了，我炙热的爱人，请你再次回到埃及，回到我的身边吗？为了让他重新回到古埃及，与3000年前的自己相遇，他冒着灵魂消散的危险，驱动安卡强行将他带回身边，希望这一次他们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可琳琅刚被带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是被骑马的蒙面男人顺走背包，就是被一群污言秽语的混混盯上。万幸的是遇到了心地善良的兄妹俩，收留了他。为了回馈他们的好意，琳琅巧妙地用了现代人的带货思维，顺势让兄妹俩的面包店起死回生。只见他将几张桌子拼成一起，将各种各样的漂亮面包摆好。琳琅一脸认真地看着阿莎：“刚才教你的那些话还记得吗？”阿莎点头，有些犹豫：“真的可以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下一秒他拍了拍桌子，一句很大的惊呼声瞬间吸引了街上不少人的目光，他们好奇地看着琳琅，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琳琅难以置信地看向阿莎：“我问你，在别的店里3个面包需要10个铜片，但在我们店里是多少？”阿莎对上他的眼睛：“只要8个铜片。”琳琅皱眉：“不行，太贵了，顾客就是朋友，给我的朋友们只能是最低的价格，我要再便宜2个铜片，3个面包卖5个铜片。”阿莎瞪大眼睛摆手：“不行，那太便宜了。”琳琅叉腰一脸强势：“就改成5个铜片。”阿莎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是不是疯了？这会赔本的。”“我不同意。”琳琅表情严肃认真：“那你这面包还卖不卖了？我跟你说，我不挣钱可以，但是我必须给朋友们福利。”阿莎被他的强势吓到了，却还是倔强地说：“不行，不能便宜这么多，这是我得先和哥哥商量商量。”琳琅不再看他，目光落到围观的路人们身上：“朋友们，我们不听他的，趁这个功夫你们谁想要举手，我现在就卖，晚了价格可能要上升回去了。”路人面面相觑，从没遇到过这种场面，直到有人开头问起来：“真这么便宜？那我先买3个尝尝。”有一个人开头，人们便陆陆续续都忍不住了。当现代充满套路的带货方式放到3000年前的埃及人身上，那效果可谓十分明显，并且人们尝到阿莎做的面包有多好吃后，纷纷成为了回头客。面包店连着好几天生意一直火爆，相比之下，其他的店铺就显得冷清了不少，因此也有不少人来找事。但勒曼亚喊了几个朋友来护场子，把来找事的人都撂倒了，后来都不敢随便出来找事。可这天琳琅和阿莎卖完面包，正打算收摊，店外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阿莎看到来人，有些激动的捂嘴，她连忙告诉琳琅这是埃及的大祭司。此时他正坐在轿子上，嘴角带笑，让琳琅下午将面包送到他的住处。阿莎很惊讶又有些不放心，可琳琅却来了精神，因为他看到了大祭司腰带上正好镶着一枚漂亮的安卡。为了一探究竟，他决定带上面包前去走一趟。殊不知他刚到大祭司的住宅，便被无故关进铁牢里审问。这时医官将琳琅送来的面包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毒后，大祭司这才拿起来轻轻咬了一口。琳琅叹气：“现在可以把我放了吧？真的没有虚假营销。”大祭司轻笑几声，将面包放下：“你真可爱，但是可以告诉我你是哪里来的吗？”“什么？”琳琅莫名紧张。大祭司支着下巴：“你的长相以及言行举止，似乎并不像是本地人，也不像埃及周边国家的人。”琳琅和他对视，他笑得亲和无害。如果他不是坐在铁牢外居高临下看着他，他或许会觉得他是个好说话的人，以防不必要的麻烦。琳琅下意识隐瞒自己的来历：“我是跟着一个商队来的，但是在半路遇到了海盗，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辗转到了埃及，被面包店的兄妹俩收留。我很感激他们，就帮助他们一起售卖面包。是这样吗？”大祭司仍旧笑着，笑意却不达眼底，眼睛是不会骗人的。看着我再重复一遍。琳琅看着他，眼神真诚，又重复了一遍：“当然是真的。”大祭司沉默了一会儿，叹气：“那真是误会你了。”他抬手示意侍从将他放出来。琳琅刚从铁牢出来，表示了一番自己对埃及的友好后就要离开。大祭司忽然站起来提议说：“你的眼睛漂亮。”
漂亮灵动，说明你是一个机灵的人，要不要来神庙工作？琳琅还没有什么反应，跟在大祭司身边很多年的侍从现暗自心惊，祭司大人竟然邀请这个不知来历的少女去神庙工作。要知道神庙是多少人托关系，挤破脑袋也进不去的神圣地方，在那里甚至有机会能看见埃及的王。琳琅却是无所谓的摆手拒绝，我还是更喜欢在面包店卖东西。大祭司挑眉，眼底划过兴趣，神庙待遇很好，为什么不去？琳琅一副无欲无求的模样，这个编制内的工作还是你们自己人做吧，我不会一直留在埃及，是要离开的。编制内，大祭司愣了愣，这个少女的很多话其实他也听不懂，但大概也能猜出什么意思。他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那兄妹俩的面包店生意这么好，树大招风知道吗？但如果你去神庙，我可以派人暗中保护那家面包店。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典型的给一棒子再给颗枣。琳琅比一道堂堂埃及的大祭司，非得做出威胁人的事。大祭司丝毫没有因为被戳穿而羞恼，迫于无奈他只好同意了。临走时，大祭司还很贴心的给他准备了轿子，琳琅却知道这不是恩赐。大祭司分明是不放心他这个外族人，表面要他去神庙工作，其实是想要监督他。虽然小题大做，但也侧面透露这个人很谨慎。不过也正好趁这个机会调查大祭司身上的安卡，究竟是不是他要找的那枚。琳琅离开后，原本一脸温和的大祭司神情凝住起来，他走向房间另一侧，这里竟然还有一间隐蔽的隔间，隔间深处坐着个男人，阳光打在男人挺立的鼻梁上，他手支着下颌，微垂着眼眸，神色慵懒平淡，气场却让在场的所有人望而生畏。大祭司走过去，弯身恭敬道：“那个女孩很狡猾，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不过她似乎和那晚让马失控的那伙人并没有关系。她跟在拉美西斯二世身边已经很多年，许多时候对方一个眼神就能知晓其中的意思。刚才在琳琅要离开的时候，便是得到陛下的示意，才会邀请琳琅去神庙工作。当时大祭司心里也是微微吃了一惊，头一次猜不透法老让这个外族女孩去神庙工作的意图。天色渐晚，夕阳余晖落了一地，眼前这位拥有埃及至高权力的男人抬头望着窗外，微微出神。琳琅回到面包店后，便将大祭司邀请他去神庙工作的事告诉阿莎兄妹俩。阿莎舍不得，哭着不想琳琅离开。勒曼亚叹气：“阿莎，你不该这么自私，他有自己的生活。”琳琅摸摸阿莎的头，哄她：“阿莎别哭，神庙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出来的机会，我出来肯定马上来找你，你可要好好经营面包店，等我回来，这是我们的约定。”安抚好阿莎后，琳琅出了屋子，看到门外不知站了多久的勒曼亚，他不意外先打了招呼：“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勒曼亚愣了下，随后神情认真了些：“琳琅，其实神庙确实没有那么安全，如果你是被大祭司用什么威胁，不得不去神庙的话，那我有办法让你留下来。”对于勒曼亚猜到原因，琳琅有些意外，他好奇地问：“什么办法？”勒曼亚抿唇，有些不好意思，他酝酿了会儿才看向琳琅：“你嫁给我，平民嫁人后就不能再进入神庙工作，这样你就能留下来，继续跟我和阿莎生活在一起。”琳琅为之震惊，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任务还没有头绪，哪天回到现代都不知道，更别说嫁给一个3000年前的埃及人。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不行，哪能因为一份工作耽误了你的幸福？不耽误，你嫁给我，我其实会很开心。勒曼亚看着他，神情认真起来。琳琅再听不出来什么，那就太不像话了。他后退一步，以朋友的口吻祝福他：“勒曼亚，你以后的妻子一定会很漂亮。”这是一份温柔委婉的拒绝。也许吧。勒曼亚眼中还是划过一丝失望，他无奈笑了笑：“那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觉得唐突，他又道：“只是一个朋友的拥抱。”琳琅没说话。他这段时间虽然和勒曼亚相处的不错，但也没好到让他不抵触肢体接触。见少女一脸为难，勒曼亚装作没事人，挠了挠头，开玩笑的：“我去做饭。”可进厨房做饭后，却因为失神撞倒了一桶水。琳琅从外面就听到了声音，他叹了口气，太吸引人的容貌其实有时候还挺麻烦。第二天清晨，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那是来接琳琅前往神庙的马车。此时这辆马车在琳琅眼里跟压人的警车没什么区别，不过他也不畏惧，大大方方的拿着行李走过去。在阿莎兄妹二人的送别下，琳琅上了马车，进入了3000年前的神庙里。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他在埃及编制内工作生涯中发光发热的开始。他是冷酷禁欲的埃及法老，但凡对他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最终都会落得惨死的下场。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现代少女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就在刚刚，琳琅空降神庙，瞬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神庙的人都知道他是大祭司亲自安排进来的，背地里纷纷揣测他的身份：亲戚、情人，又或者是恩人。而琳琅因为关系户这一身份，神庙给他分配的工作也很清闲，大部分人对他都很友善，除了几个一直爱慕大祭司未果的女祭司，每次看见琳琅都要冷哼一声，然后背地里吐槽琳琅的缺点。他们就比身材说琳琅瘦的不健康，胸简直小得可怜。恰巧路过听到的琳琅倒是没生气，只是离开前把他们的胸全摸了个遍。女祭司们脸红羞愤地看着他，满脸不可思议。琳琅则了声勾唇笑的痞气，确实都比我的大，形状也漂亮。大祭司喜不喜欢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很喜欢的。女祭司们纷纷瞪大眼睛，捂着胸集体后退。之后再看到琳琅，他们都躲得远远的。琳琅很满意，有时候还会主动追上去逗逗他们。女祭司们虽然嘴上骂骂咧咧，可是行为上很可爱，好几个都被他吓哭了。总之琳琅在这里适应的特别快，该吃吃该喝喝，没事的时候晒晒太阳，再调戏美人享受的一批。唯一一点让他头疼的就是一直见不到大祭司。来神庙有段时间了，这个温和亲民的大祭司一直神出鬼没，他是法老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平时有很多事务要处理，接触的也都是大人物。琳琅职位小，一般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他。神庙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大祭司和这位少女似乎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熟络。一些习惯见风使舵的人开始试探了，很多麻烦累人的活故意交给琳琅刁难他。然而带头刁难的人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外族少女实在是太优秀了，一些很难的算术测量，她竟然都能很快的解答出来，甚至都不用思考。要知道有一些难题可是令长老院都头疼的，她懂得东西很多，占卜算法日历也铁，甚至在建筑上她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下连神庙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神官都对琳琅赞叹不绝，他们不敢再怠慢琳琅，甚至比以前还要态度恭敬。不同的是，之前是屈服于权威，现在是崇拜他绝对的才华。虽然琳琅现在职位不大，但在神庙之里，很多比他职位要高很多的神官见了他，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琳琅都有种自己拿了走向人生巅峰剧本的错觉，事业前途无量，人缘还好到爆炸。不过饶是神庙的小日子再悠哉舒坦，琳琅仍旧没有忘记初心和使命。他来神庙是有任务的，大祭司既然不来找他，那他就得主动出击。在神庙待这么久，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也来过几次，每次大祭司都会伴其身侧，和神庙的人混熟了。从他们嘴里得知，法老与大祭司关系很好，很信任他。在拉美西斯没有成为法老之前，两人是很好的玩伴，即使现在也仍旧是忠实的君臣关系。只是每次出现，他们身边都有层层侍卫护着，一连数日琳琅都没办法近身，只能远远看着。半个月过去，这天琳琅刚吃完饭，嘴还没擦，就被一个女祭司拉到了花园里。琳琅，其实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女祭司把琳琅的手放在自己饱满的胸口，一脸陶醉。琳琅懵了，你他妈在干什么？女祭司扭动着自己的腰肢，风情万种，给了琳琅一个勾人的眼神。琳琅，你知道吗？每次你吓我的时候，其实我都很兴奋，心跳得很快。你比神庙里的很多男人都要优秀迷人。神庙的女人侍奉神明，为了保持身体的纯洁，不能与男人交合，但没说和女人不行。琳琅，你疼疼我吧。他又把琳琅的手拿到自己胸上游移，陶醉沉迷的表情不像演的。琳琅一副被雷劈了的表情，眼看着女祭司动作上越来越过分，琳琅觉得有必要扇他俩巴掌，让他清醒清醒。就在他马上就要忍不住动手扇人的时候，微微惊讶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你们在干什么？女祭司身体僵住，瞬间紧张起来。没想到花园竟然还有其他人，如果被神庙里的神官发现他们两个女人在私通，那下场一定会十分凄惨。琳琅也是打了个激灵，明明没干啥，可眼前的场面又让他跟着心虚，心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他回头就看到一直碰不到面的大祭司，此时正站在不远处的凉亭中，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俩。凉亭里不止他一个人，身旁还有个倚靠着凉亭石柱，身形更加挺拔高大的英俊男人，离这么远都能感受到对方上位者的气场。女祭司看清凉亭里的人后，脸色瞬间苍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低着头瑟瑟发抖。琳琅也没想到会这么倒霉，吃完饭莫名其妙被人拉到了花园里示爱，正好让人看到了，还是惹不起的大人物。凉亭里大祭司转头对拉美西斯说了什么，紧接着几个侍卫过来，将跪在地上的女祭司拉起来，任女祭司如何求饶，侍卫们仍旧无动于衷，将人拖走。旁边的琳琅看着心里也不禁忐忑，很快就听到了他的名字：琳琅，你过来。大祭司的声音像是一阵温和的风从不远处传来，侍卫并没有像对待女祭司一样擒住琳琅，琳琅自己走去凉亭，毒辣的阳光很快便被遮住了，偶尔吹来的风还能带来一丝清凉。凉亭周围种满了高大的棕榈树和其他绿植，如果不仔细看，从外面确实不容易发现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在这里站了多久，又或是看了他和女祭司多久。真没想到连神庙里的女祭司都被你的魅力所吸引。大祭司赞叹着，唇角勾着温润的笑容，看来把你带到神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琳琅却忍不住暗骂，这埃及大祭司分明就是只披着温和外皮的老狐狸，别以为他不知道自己刚进神庙时，那些故意刁难他的那些人，其实都是这位大祭司暗中授意的，无非就是试探他的本事。看到少女瞪了他一眼，大祭司愣了下，嘴角笑意更深。他侧身向拉美西斯介绍起琳琅，夸赞起他的才能，以及表扬他对神庙做出的一系列贡献。琳琅悄悄抬头想要看一眼面前的年轻君王，只不过刚一抬头，就对上了一双深邃的眼睛。拉美西斯正看着他，眼眸平静却莫名让人觉得冰冷渗人。他心虚重新低下头去。传闻拉美西斯10岁就进入军队，跟着他的父亲埃及上一任法老塞提一世亲临战场浴血杀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塞提一世的期望，凭借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军事天赋，成为了埃及新一任英勇无畏的年轻君主，使埃及这片肥沃土地不断扩大，发展越来越繁盛。还有传闻说拉美西斯脾气阴晴不定，曾经神庙有个胆大的女祭司想要得到法老的垂爱，主动投怀送抱，最后女祭司惨死，沦为狮子的口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琳琅总觉得他的眼睛很熟悉，像是在哪见过。抬头，声音低沉悦耳，却不容置疑。琳琅只能抬头看着他，眼前这个站在埃及权力顶峰的男人，看起来甚至要比大祭司还要年轻。想要什么赏赐？拉美西斯很重视人才，不但没有追究刚才的事情，竟然还要给他奖赏。果然人才到哪个时代都会受到重视。琳琅心里的紧张消散了不少，他想了想，看向大祭司，我不要太贵重的东西，祭司大人的腰带很漂亮，可以送给我吗？周围变得很安静，琳琅能感觉气氛变得似乎有些微妙。拉美西斯
司没说话，大祭司眼神怪异的看了琳琅一眼，到最后琳琅并没有得到大祭司的腰带，拉美西斯便赏赐了他很多新鲜的水果。琳琅不理解，直到后面通过打听才知道，原来大祭司的那条腰带只有他的妻子可以拥有，所以他那天的话无疑是当着拉美西斯的面对大祭司示爱。琳琅这下没脸面对大祭司了，谁知道这大祭司那么讲究，一条腰带还有特别含义，幸好他们没有追究他，只是拿水果把他打发了。在那之后，琳琅明显能感受到大祭司躲着他，本来就见不到面，现在更是把人家弄得不好意思了。1个月的时间很快到了，琳琅终于能离开神庙，拥有短暂的假期。他将拉美西斯赏赐的那些水果一起带回了面包店。阿莎从没见过这么多新鲜的水果，眼睛都亮了。勒曼亚看到这么多水果也是面露惊讶，琳琅，你是怎么得到这么多水果的？要知道在埃及，这些水果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奢侈品，只有贵族和王室官员才能享用，平民很少能够接触到。琳琅拿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我在神庙表现优异，法老奖励我的，你们放心吃。阿莎听到陛下赏赐的，连水果都顾不上吃了。她看向琳琅带来的水果，语气不确定，所以我现在吃的是法老赏赐的水果。见阿莎宝贝一样的双手托着一颗葡萄，琳琅失笑，如果可以，真想带你去吃冰镇大西瓜，那才是真的好吃。阿莎咽了咽口水，冰镇大西瓜，我们平民也可以吃到吗？在我的家乡没有平民与贵族之分，每天都能吃到冰镇西瓜，还有西瓜汁西瓜味的冰激凌。你的家乡真让人羡慕，你要是回去，我和哥哥就跟你一起去，这样就可以每天吃到西瓜了。琳琅摸摸她的头，没忍心告诉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根本没办法带他们前往3000年后。琳琅这次从神庙出来，其实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下午她离开了面包店，前往大祭司的住处。琳琅提前打听好了，这一天大祭司不会去皇宫又或者神庙处理公务，他会在家里休息。大祭司故意躲着他，在神庙里根本见不着人，他只能主动去他家里找人。穿过一排排低低矮矮的房屋，琳琅在一棵棕榈树下，脚步慢了下来。他余光打量着四周，佯装看风景，在心里默数到30，他骤然加速跑了起来。同一时刻，一群身强体壮的蒙面人迅速从四周出现，包裹了前面和后面的路。你们是谁？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刚才出了面包店，他就察觉到有人跟着他。刚开始以为是大祭司的人在监督他，后来发现似乎不是。你就是最近神庙里很出风头的外族少女吧？蒙面人看着琳琅，眼底闪过一丝惊艳，从没见过皮肤这么白皙的少女。琳琅根据他们的话猜测，很可能是神庙里某个看他不爽的贵族，想要给他个教训。不过这些人的装扮以及行为举止，似乎又不像埃及本地人。琳琅若有所思，谁派你们来的？这些蒙面人确认了他的身份后没有回答，直接挥刀过来。琳琅一惊往旁边躲去，在一棵棵棕榈树下灵活穿梭，和他们玩起来捉猫猫游戏。随后趁其不注意，用石头绊倒他们其中一个人，夺过他手里的刀。那些人本来没把琳琅放在眼里，以为恐吓一下就会被吓破了胆，任他们处置。结果少女虽然看着柔弱，身手竟然敏捷迅速，把他们耍得团团转。蒙面人诧异，10几个人对视几眼，开始认真起来。结果发现他仍旧能和他们僵持，甚至夺过一个人的刀开始了反杀。蒙面人们瞬间警惕，眼中杀机必现。然而琳琅手里的刀越用越顺，各种刀法都不带重复的。剩下的蒙面人对此应接不暇，竟渐渐毫无还手之力。你到底……有个蒙面人甚至话还没说完，就被琳琅手起刀落给嘎了。10几个身强体壮的蒙面人，最后就被琳琅留下了一个活口。琳琅想要审问这唯一的活口，结果那人表面装作顺从，却忽然撒了一把粉末。琳琅不慎吸入，瞬间头晕眼花。蒙面人表情阴狠，从身后掏出一把更加小巧的匕首，举起向他刺来。琳琅想要抵挡，却浑身无力。眼看着匕首越来越近，下一秒一支利箭破空而来，贯穿了蒙面人举起匕首的手臂。蒙面人疼痛的嚎叫一声，匕首跟着应声落地。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琳琅甚至来不及反应。因为吸了粉末，他注意力开始涣散，身体支撑不住，也倒在了地上。合上眼睛前，他看到了一个修长高挺的男人举着弓。琳琅昏睡了过去。陛下，您猜对了，他们果然忍不住出手了。大祭司看向倒地一片的蒙面人，又看向昏睡的少女，他可真是令人意。大祭司愣住，他看到那个向来慵懒淡然的男人竟然走了过去，动作轻柔的横抱起倒在地上的少女。琳琅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陌生的房间，身上的衣服也被换了。正当他惊愣时，一名侍女从屋外端了水果进来。您醒了。琳琅指着自己，我身上的衣服是我帮您换的。侍女笑道，您可以叫我那里。琳琅缓缓松了口气，这里是皇宫，陛下交代让您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和我说。什么？陛下？琳琅刚缓下去的心又瞬间蹦上来，惊慌地喊出了拉美西斯的名字。那莉神色惊慌，琳琅小姐，您不可以直呼陛下名讳。琳琅刚醒，脑子还不清醒，连忙拍拍嘴，那傻嘴瓢了，你当没听见？没听见什么？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从门口传来。琳琅身体僵住，那莉也是很紧张。得到拉美西斯的眼神后，他默默退出房间。屋里很安静，拉美西斯靠着长椅，看着对面的少女低着头，手指灵活地剥着葡萄皮，白皙的手指沾了汁水，闪着一层诱人的光泽。他包好后想要递给她，拉美西斯轻轻一挑眉，喂我。看到少女面上乖乖将葡萄喂进他嘴里，低头时却偷偷翻了个白眼。他愣了愣，随后眼底划过一丝笑意，你似乎不怕我。怎么会呢？我很崇拜您，您是整个埃及最优秀最伟大的男人，而且您之前还救了我，我对您的崇拜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他边剥葡萄皮边拍马屁，不过似乎对拉美西斯不起作用。闭嘴，吵！琳琅乖乖闭嘴。拉美西斯看了他一会儿，幽深的眼睛里倒映着少女的样子。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街上？琳琅一愣，哪天晚上？对上他的眼睛，他脑海里闪过一些画面，瞬间想起来了，那
那晚骑马的人居然是你，我的背包是不是被你拿去了？拉美西斯眯了眯眼睛，没有否认。你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包里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让人把包拿来。琳琅看见自己的背包，如同在异乡看到故友，热泪盈眶，刚要碰到，就被拉美西斯拿了过去。琳琅眼看着自己背包里的东西被他一件件拿出来，手机、充电宝、身份证、卫生巾、防晒喷雾、可乐，还有几包零食。他先拿起一瓶可乐晃了晃，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毒药。琳琅很无语，直接拿过来当着他的面喝了口，这是可乐没毒。拉美西斯眼里好奇，拿过来也喝了一口，刚开始味道有点奇怪，又似乎有点上瘾，他情不自禁舔了舔唇，又喝了一口，怎么样，好喝吧？琳琅见效果不错，又开了一包薯片，这个也很好吃，他咬了一口，薯片发出脆响，拉美西斯跟着吃了一片，确实很脆，味道也不错。琳琅看着拉美西斯一脸新奇的样子，他暗笑，油炸膨化食品加上快乐肥皂水，很少有人能抵挡他们的诱惑。怎么样，这些都不是具有杀伤力的东西，我真不是间谍细作什么的。为了证明自己，琳琅又给他主动介绍起了其他的东西，直到他要介绍卫生巾时，拉美西斯主动拿起一片拆开，当着他的面淡定地擦了擦嘴，淡淡评价不错。琳琅面露尴尬，不是擦嘴的。他看出了他神情不对，琳琅笑着连忙忽悠，就是擦嘴的。拉美西斯总觉得琳琅看他的眼神有些怪异，刚想继续问，琳琅就提前开了口，陛下，我向您保证，我对埃及是绝对的忠诚，绝无任何不好的心思。您看我把这些东西都展示给您看，是不是可以相信我？但你还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你来自哪里？不要试图撒谎，我的家乡离这里很遥远，您可以理解为我是现代人。拉美西斯显然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眼里看不出情绪。现代在哪？埃及往东或许还要更远，说清楚。看到了拉美西斯眼底的不耐，琳琅暗叹，他果然不好忽悠，我也不太清楚路线，我是跟着一个商队来的，先是经过一大片海洋，又辗转很久才来到埃及。他尽量让自己神情语气更自然些，在这位埃及君主面前稍微露出一点异样都会被发现。拉美西斯没说话，琳琅偷偷观察他的表情，尽管拉美西斯现在看起来很好说话，但毕竟是3000年前的人，还是埃及的法老，说不定上一秒还平静和他谈话，下一秒就要砍他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陛下，琳琅试探性的叫了他一声，见他没有露出不悦，才继续道，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的东西可以还给我了吗？拉美西斯抬头看着他，淡淡开口，看你表现。琳琅一脸疑惑。拉美西斯从长椅上站起来，离开前将他的东西带走。谁能保证你是不是在撒谎？这段时间留在皇宫，我会观察你的表现。琳琅瞪大眼睛，差点骂出来。见他走到门口，忽然回头，他又连忙换上微笑的表情。拉美西斯挑眉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琳琅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大骂，不是他闲得慌吧？他都这样表示忠诚了，东西也都介绍了，不但东西不还给他，还要强行拘留，他就真的长得像间谍，给他那么大的威胁吗？这下好了，神庙给的假期没了，还换了一个更有逼格的牢笼住着。不过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佛系心态，他乐观的想，在皇宫里遇到大祭司的概率可比神庙高多了，而且皇宫的待遇肯定比神庙更好，主要是他不用工作。然而以为的闲鱼生活并没有到来。第二天，拉美西斯竟然让他去和建筑院的老头们一起讨论最近新建的神庙所遇到的一些难题。琳琅本不想崭露头角，一直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哪成想大臣们看向他纷纷投来鄙夷的眼神，还纷纷嘲讽他只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女娃娃。这下琳琅可忍不了了，得，没办法，来都来了，他不装个逼打个脸，实在浪费现在的情景。琳琅咳了声，在草砂纸上用尺子比着画起了线，动作专业又神秘。终于有大臣忍不住问，你在画什么？其他大臣也关注着琳琅，眼神飘了过来。琳琅礼貌地笑了笑，认真讲解了起来。新奇想法顿时吸引住了大臣们，他们从质疑变得目瞪口呆，满脸的不可思议。你刚才的算术为什么能这么快呢？琳琅一脸高深莫测，很简单，口算就行。这可把全场的大臣都唬住了，众人纷纷夸赞起来。琳琅一瞬间再次成为焦点，被大臣们围起来请教。他抬头对上拉美西斯深邃又明亮的眼睛，似乎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一连在皇宫待了好几天，琳琅每天都在被那群建筑大臣们夸奖的路上。夜晚，琳琅坐在窗边发呆，回忆起最开始看到这座皇宫时，差点被车撞飞。他摘下脖子上的安卡，上面的裂纹又多了一道，且布满裂纹，几乎贯穿了整枚安卡，似乎下一秒就会碎掉。琳琅沉思，每次发生怪事，安卡裂纹似乎都会多一道。看来这次他来到3000年前的埃及，或许和这枚安卡有关。那安卡上的其他裂纹，是不是代表上任主人也遭遇过诡异事呢？琳琅暗中搜集了不少安卡，唯一可疑却未得的是大祭司腰带上的安卡。那枚安卡只有大祭司的妻子能拥有，想必很宝贵，有特殊作用，不能给外人。可她不能嫁给大祭司，琳琅因此愁眉苦脸。不仅因为安卡，还因拉美西斯正往他住处走来。他每天傍晚处理完公务都会来，他带来的零食，皇宫大厨也仿做了7、8分像，凸显了埃及人的智慧。两人会一起吃零食，拉美西斯也会打探他家乡的事。他对3000年后的现代很感兴趣。琳琅说的新奇玩意对古人有着致命的吸引。这天，琳琅想要得个清静，在男人进门前欲跳窗离开，却因为他一声令下泄了气。他是沐浴后过来的，一身月白衣袍，少了威严冷漠，深邃眼眸看着琳琅，让他心底发慌。他沉着脸走进来，去哪？琳琅装作没事，说想去迎接他。拉美西斯被气笑了，这么想见我吗？琳琅夸他，
你可是最伟大的君主。他沉默走到他面前，审视着他，这些话还对多少人说过。高大的身影笼罩着他，压迫气息扑面而来，琳琅感到紧张，而拉美西斯却看到他手机亮了屏。卧槽，手机怎么开机了？琳琅努力平静，你怎么弄亮的？你不是说这是护身符吗？为什么会发光？上面还有你的脸。屏幕上正是他微笑比剪刀手的照片。琳琅头疼，怎么解释科技呢？他攥住他手腕，抵在墙上，冷若寒潭。琳琅吃痛，这是我家祖传之物。拉美西斯却压根没听进他刚才的话，只是让他伸出手腕给他上药。温热的指腹让他酥麻。琳琅盯着男人的侧颜，不禁咽了口水，又很快回过神来。他庆幸手机有锁屏密码，还是中文的。他拿起手机，打开相机，对着他们。拉美西斯震惊，看到他们脸在硬板上。琳琅瞎扯说这是相机，定格画面会得到神保佑，不能乱动。琳琅让他比剪刀手，他皱眉觉得傻气，没动。琳琅毫不客气抬起他胳膊，掰成剪刀手，迅速拍照，还开了闪光灯。他僵住了，拍照对他来说太先进。琳琅想笑，终于让他怕了一回，想不到和3000年前的法老合照了，这趟没白来。琳琅看着镜头里的他愣神，他面容深邃立体，线条流畅无可挑剔，这就是3000年前的法老，战无不胜的君王。此时他正比着剪刀手，不自然的和他望着镜头。拉美西斯喉结微微滚了下，能动了吗？能动了。琳琅放下手机，强忍笑意，他竟然觉得拉美西斯被忽悠的样子还挺可爱。拉美西斯放下剪刀手，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清醒的犯傻，他要拿走手机。琳琅抢先一步揣进怀里，陛下，这东西只有我能让它发挥作用，您放我这把，我可以帮您和妃子们拍照，这样你们会得到神的庇佑，子嗣也会聪明勇敢。拉美西斯皱眉，还是从他怀里拿过手机，我没有妃子。琳琅愣了，确实没看见后宫美人。他俯下身，勾起他的下巴，琳琅不得不抬头与他对视。拉美西斯眼里像深潭，看久了一把人吸进去。琳琅想躲开，却动不了。您这么优秀，埃及想嫁给您的女孩能为尼罗河排几圈？拉美西斯收紧手指，声音沉哑，你还没通过我的考验，别让我从你嘴里听到离开埃及的话。说完转身离开，手机自然也被拿走了。琳琅关上门，用中文骂了他一整晚。之后，拉美西斯给琳琅的工作量越来越多，白天忙，晚上还要整理文书，偷偷摸鱼就会迎来他锐利的目光。晚上回住处还会面临空降审查。琳琅抱头嗷嚎，成了古埃及社畜。他想着法应付这位喜怒无常的法老，故意发出动静，被赶出书房。他想办法在皇宫偶遇大祭司，终于在后厅走廊带到他。大祭司面容温和，穿白色祭司官袍，被带到后，他装作惊讶打招呼。琳琅眼神幽怨，陛下把你的活都给我干了，你这几天休息的还好吗？大祭司心虚的咳了声，说陛下在历练他。琳琅想回神庙工作，大祭司说需要得到陛下准许。他好奇琳琅为什么想得到他的腰带，有收藏癖好，想用技术交换。大祭司沉默片刻，说陛下很重视他，想要什么都会赏赐，上次要腰带就没给。大祭司叹气，腰带不能给外人，就摸一下也不行。两人僵持着，大祭司无奈的笑了，说这样会让人误会。琳琅摊手，癖好就这样。大祭司被逗笑了，怪不得陛下总把你带在身边，在书房打杂，伴君如伴虎。大祭司表示理解，便八卦起来。琳琅没想到他这么八卦，扳着手指说起来，槽点太多。大祭司时不时附和，表示理解。琳琅叹气，现在迈进书房都要掂量着先迈哪只脚，生怕惹他不高兴。显然这份工作不适合我。大祭司却没再附和他，而是略带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琳琅不明所以，直到脑海里一个机灵，意识到什么，来不及回头，身后已经响起阴恻恻的声音，原来你对我这么有意见。琳琅注意到了大祭司眼底的幸灾乐祸，他是故意的，他早就看到了他身后的拉美西斯，不但没有提醒他，反而引导他继续说下去。琳琅瞪他，他也是只是笑。拉美西斯就站在一根大圆柱的阴影下，他环着胸，身旁还有在皇宫里一直负责琳琅日常起居的侍女那里。那莉低着头，颤抖着跪在拉美西斯脚下。他刚才想要提醒琳琅陛下来了，却被拉美西斯一个冷厉的眼神制止住，只能看着毫不知情的少女，背对着他们说出那些令人心惊胆战的话语。看着琳琅最后被拉美西斯带走，那莉很害怕，又不由得为琳琅担忧。他想要跟上去，站住！身后的大祭司叫住了他，你叫什么名字？那莉。那莉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今天天气不错，一起去花园走走吧。那莉愣了愣，摸不透这位大祭司的想法，他低头拒绝了。抱歉大人，我现在很担心琳琅小姐的安危。大祭司笑了笑，放心吧，陛下不会因为这个太为难她。那莉还是不放心，神色犹豫。走吧，那莉。大祭司语气温和，我不想说第二遍。他明明笑着，那莉却本能的害怕，抖了抖身体。路上，大祭司看着旁边的侍女魂不守舍的模样，眯了眯眼睛，越来越觉得那位东方少女身上有着不同寻常的秘密。他很好奇，不过应该有人会比他更好奇。书房里气压低沉，拉美西斯盯着琳琅，在你眼里，我就是残忍无情、嗜血好杀的人。你是法老，有自己的处事方法，但狮子顿顿吃人肉也不好消化。他说得很委婉。拉美西斯气笑了，我养的狮子顿顿吃人肉，眼底划过危险的暗芒。谁和你说的？我要是把人供出来，你会把他喂狮子吗？会，没有一丝犹豫。拉美西斯声音平淡，造谣者应该得到惩罚。琳琅扯了扯嘴角，陛下你倒是很诚实，我不是你，心口不一。陛下您什么身份，我什么地位？有些话
话，我特么。琳琅声音及时弱下去，哪敢说啊？拉美西斯好奇，所以到底是谁和你说的？忘记了，那个人可能无意说的，被我听到了。皇宫里那么多人，我记不清了。拉美西斯讪笑，看来皇宫里闲人还是太多了。看见他脸上逐渐危险的表情，琳琅似乎猜到了他想要干什么。不管是真是假，你都是埃及的法老，埃及子民信仰崇拜你，你有责任庇佑保护他们，不该滥杀无辜。拉美西斯看着他，少女这次没有装作怯懦，而是抬头直视他。我们家乡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政治家，但埃及子民肯定也希望你能做一位宽厚贤良的君王。拉美西斯没有说话，久久望着他的眼睛。琳琅回住处已中午，那丽等待多时，见他没事便放下心来。琳琅笑着蹦跳，让那丽你担心了。那丽提醒他以后不能说吓人的话。琳琅叹气称被大祭司算计，以后离开就不用受他气了。那丽惊讶琳琅要离开，称陛下重视他，说不定会娶她。琳琅笑称不可能，她只想嫁给忠诚于她的男人，不喜欢被束缚。外面世界比皇宫有意思多了。琳琅不知何事惹到拉美西斯，可能是之前说教冒犯了他，他被撤了书房工作。好几天没见拉美西斯，正好清闲，和那丽玩五子棋，有时也无聊，想如果有手机就好了。不知不觉过了几天，晚上琳琅做梦抢回手机，却被那丽尖叫声吵醒。一头发疯的狮子冲向那丽，那丽跌倒站不起来。琳琅反应快，夺过侍卫弓箭，瞄准狮子右腿一箭射中，狮子瞬间嘶吼了起来，放过不远处瑟瑟发抖的那丽，转头朝着琳琅猛扑过来。一旁的侍卫看到金毛狮子扑来，吓得来不及反应。琳琅却是反应迅速，将弓箭套在身上，把侍卫往另一处推，自己则是往相反的方向躲。下一秒，利爪破风而来，从两人中间擦过，扑到他们刚才站立的位置。两人躲过金毛狮子的袭击，狮子要吃侍卫时，琳琅极快地在他另一条腿上射了一箭。狮子从未被人挑衅，掉头扑向琳琅。琳琅侧滑躲过，但狮子迅速转身再次袭来。琳琅来不及拉弓，狮子快将他吞进腹中时，安卡忽然亮起微光，狮子愣住。琳琅趁机爬上了一棵棕榈树，狮子在树下转圈嘶吼。琳琅撑着树枝喘气，看到那丽去喊人，放下心来。狮子两腿受伤，却兴奋地跳跃想咬下琳琅。琳琅往上爬了些，一动不动。最后终于等到拉美西斯赶来，冷静指挥亲兵围捕狮子。狮子很快被抓走。拉美西斯走到树下，目光锁定树上的琳琅，他竟已疲惫睡去。琳琅梦见似乎有人抚摸他，正当享受时，小腿疼痛醒来，对上拉美西斯的眼眸。琳琅心虚紧张，站起时小腿一阵疼痛，才注意到自己受伤了。拉美西斯让他坐好，俯身帮他涂药。琳琅想抽回腿，他不让，随即有些不自然地问道：那丽呢？他神色不好看，说他为救无关紧要的侍女豁出性命。琳琅说那丽对他很好，是朋友。拉美西斯说他救那丽也是自己的选择，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死？琳琅却让他关好狮子。拉美西斯语噎，眉宇间怒气极力克制。琳琅惹怒了他，被关了起来还不给饭吃。那丽半夜偷偷送来食物，琳琅吃得很香。那丽心疼地帮琳琅小腿敷药，琳琅还反过来安慰他。窗外人影晃动，大祭司探镜头说琳琅适应环境好。琳琅问是他让那丽送的饭吗？大祭司笑而不语。琳琅说那丽没权利半夜送饭，除非有人允许。拉美西斯不会这么做，那就只有他。大祭司也别装，都惦记他国家先进技术。大祭司忙说误会。琳琅不想虚与委蛇，要关窗。大祭司说有事，让琳琅去哄哄拉美西斯。琳琅面无表情，仍旧要关窗。大祭司说他被关后，拉美西斯心情不好，大臣们人心惶惶，让他去找拉美西斯说软话。琳琅笑了，之前你戏弄我，诱导我故意说拉美西斯坏话的事情，我还没找你要个说法呢。大祭司咳了声，这又是一个误会，要我帮忙，那就等价交换。大祭司猜到了琳琅想要他的腰带，有些为难，我这腰带真不能赠与外人。琳琅说事成后摸一摸就好。大祭司不太信，琳琅又要关窗。大祭司苦恼挣扎后叹气成交。琳琅被推到拉美西斯寝宫门口，意识到大半夜来不太合适。琳琅回头就看见大祭司用眼神示意他快进去。宫殿里面像是住着一个阴冷可怕的怪物。太晚了，他要休息了，换个时间吧。他说不定在和女人调情，我这样进去不好吧？大祭司没忍住笑了，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陛下。大祭司轻叹一声，行了一个琳琅看不懂的礼仪，进去吧，我向你保证，陛下绝对没有在调情。琳琅觉得他这话说的怪异，搞得像他要去捉奸似的。陛下对你很特殊，只有你能让他变得不一样，希望你能够体谅他。他也有自己的苦衷。说完，大祭司便转身离开了。琳琅犹豫了片刻，还是推开了寝殿的门。男人坐在桌案前，这么晚了，他还在处理白天的文书。听到声音，拉美西斯翻页的动作一顿，他抬起头来，见到是琳琅，又漫不经心低下头，出去，我来找你道歉，我不想说第二遍。行。琳琅在迈开步子的前一秒，你敢走出去一步试试？拉美西斯抬起眼看他，说话这么呛，看来气还没有消。我之前不该反驳你的话，也不该斥责你的爱师，还用箭射伤了他。你觉得我生气是因为这个吗？拉美西斯起身，将琳琅带到了皇宫最高处。在你眼里，我其实和那头狮子没什么区别。拉美西斯站在城墙上，望着自己所统领的埃及领土，他自嘲地说，狮子或许并不想这样，那只狮子从出生起就必须要在最快时间长出獠牙和利爪，在鲜血淋漓中舔舐伤口才能活下来，不然我不会喂给他食物，还会用鞭子抽他。他转头看他，琳琅感受到了他眼底那股凉意，知道为什么吗？我给予他地位与荣耀，这是赏赐，也是枷锁，所以他不能为自己而死，很可悲，对吗？有点。拉美西斯笑了，抬手示意让侍女拿来几瓶酒，他自顾自地仰头喝了一大口，琳琅也喝了一口，酒的味道确实很香醇。两人靠着城墙，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此时的他仿佛不是埃及万人之上的君王，只是一个普通人，站在平等的位置和琳琅聊天。琳琅心底涌出一丝异样的情绪，脖子上的安卡
在这一刻微微发烫。拉美西斯指向孟菲斯郊外一处空旷的地方，我在那给你建一座神庙怎么样？琳琅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你要把我做成木乃伊放进去吗？听到这话的他笑了，不会，神庙里会供奉你的雕像，为什么要供我的雕像？没有为什么，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霸道任性。琳琅意识到氛围多了一丝旖旎暧昧，拉美西斯走向前几步，把他一把搂进怀里，温暖坚实的胸膛让琳琅身体僵住，他将她抱得很紧，特别紧，生怕她下一秒就会凭空失踪一样。琳琅脖子上的安卡变得很烫，我没有因为你救人而生气，我是在害怕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遇到危险，而我不能及时出现保护你。他还是将心里话说了出来了。琳琅耳朵被他呼出的热气弄得痒痒的。拉美西斯抱着他轻声说，我愿意克制收敛，平等友好的与你相处，所以你能不能不讨厌我？琳琅愣住，没想到拉美西斯会对他说这些话，一时间心情微妙而又复杂。这个冷酷拽的男人竟然和他说会努力平等的与他相处。就在这时，琳琅却忽然听到了一道焦急的女声，你听得到吗？琳琅。琳琅瞪大眼睛，那声音是和他一起来埃及实地调研的同学琳娜。他急忙看向四周，可根本没有琳娜的身影。说你不讨厌我？拉美西斯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独属于成年男性温暖而干燥的手放在琳琅腰上。琳琅身体僵住，这具身体反而不自主地想要更紧的去依偎，太奇怪了。他再想去认真听，却再也听不到琳娜的声音，只有埃及的君主紧紧拥着他。琳琅心里很慌，侧脸和他的脸挨得很近，你抱得太紧，先松开。你还没有说。琳琅心情越发恍惚，我不讨厌你，不过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贴太近了吗？抱歉。拉美西斯放开了他，贴心帮他将散落的发丝捋到耳后。他明显对于他抵触他的动作而不满，但很好的克制住了，在他面前收起了强势的样子。拉美西斯目光无意落在琳琅的唇上，他喉结滚了下，眸光暗了几分。他竟然会怕一个外族少女讨厌他，离开他。拉美西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缓缓闭上眼睛，由着城墙上的风慢慢冷却心底的欲望。琳琅也摸着自己的胸口，他的心跳竟然也被鼓动起来了。他抬头看向他，黑夜里，男人即使闭着眼，气场仍旧不容忽视。脖子上的安卡吊坠位于少女的胸口，还在微微发烫，只不过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灼热了。城墙上，两人各怀心事。第二日，琳琅重心上档了，跟之前一样，又似乎不太一样。拉美西斯总是在看他，最后实在受不了这目光时，琳琅提醒他：“陛下，你别偷懒。”拉美西斯心情似乎不错，弯唇道：“以后不要再叫我陛下，直接叫我名字。还有，偷懒的是你，窗边那的鸽子让你喂得快飞不起来了。”琳琅神色自若地挥了挥胳膊，把窗边的鸽子轰走，销毁证据。你一定看错了。拉美西斯挑眉，眼里划过笑意，是看错了。闻言，琳琅顿时松了口气。就这样过了几天，消失了很多天的大祭司终于来了皇宫。拉美西斯的书房内，大祭司很佩服琳琅，这么快就把陛下哄好了。不但他自己被放出来，似乎还更加肆无忌惮。陛下也对他包容宠溺，忍不住好奇，悄悄抬头看了眼角落，琳琅正坐在那啃着苹果，也在看他。他在提醒他不要忘记之前的约定。大祭司微笑了下，等和陛下商议完正事，就会遵守承诺。大祭司正这样想着，再一转头，吓了一跳。原本坐在座椅上的男人，此时正支着下巴，不满地看他。大祭司不再看琳琅，继续讲了下去。这次两人关于埃及粮食种植与收成方面谈了很长时间，默默待在角落的琳琅却中途离开了。大祭司松了口气，陛下，您煞费苦心，让他信任您，现在效果似乎不错。琳琅大概不会想到，那天晚上是拉美西斯吩咐大祭司让侍女去给他送饭，而大祭司会引导他去找拉美西斯，也是拉美西斯的旨意。不过陛下，他执意想要我的腰带。大祭司神情变得凝重起来，看他的样子，我的腰带似乎对他来说很重要。拉美西斯看向大祭司身上的腰带，普通的腰带，中间镶嵌着一枚绿色的安卡，因为戴得很久，表面还有些泛旧，外表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这天琳琅心情不错，因为他终于拿到了大祭司的那条腰带，然而检测了一番，发现仍旧不是他要找的安卡。琳琅又将腰带还给了大祭司，看都没再看一眼。大祭司微愣，有些意外地收回腰带。他观察他的表情，没有错过少女刚才眼底一闪而过的失望，有些好奇，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腰带吗？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不会是要打我身上另一条腰带的主意吧？见大祭司捂着自己身上的腰带，做事要后退一步的举动，琳琅笑了出来，简单解释，我就是不喜欢了。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和大祭司分开后，琳琅郁闷地站在走廊上，一处清澈的水池吸引了他，走过去，坐在边上，水池里的莲花随风摇曳，琳琅吹着风，双手托着脸颊，望向莲花们发呆。他要找的安卡在哪里呢？琳琅在看到拉美西斯的时候，他正倚靠着一排厚厚的书架，拿着他的手机端详。琳琅以为他把手机开屏密码解开了，几步走到他面前，才发现只是盯着手机屏幕上他的照片发呆。怎么了？拉美西斯抬头，琳琅神情自然地伸手想拿过手机，担心你乱动它，冒犯了神明。然而拉美西斯微微一抬手就躲了过去，他垂眸指着手机上的照片，你的画像为什么会一直在上面？这是我的手机，画像在上面算是一种认证，你看上面的电量，是手机使用寿命，等这个绿格见底，那它就不能再用了。琳琅决定说得更严肃一些，让他别再乱研究他的手机。拉美西斯听完，果然将手机放下，这让我总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不然还是把你关起来吧。琳琅赶紧过去给他捏捏肩，捶捶背，别，我可不想再被关起来，别怕，逗你的。刚才的表情可不像开玩笑呢。中午吃饭，琳琅与拉美西斯共进午餐，侍女们款款而来，将各种丰盛的菜肴放至桌面
摆好。这么多美人，怪不得拉美西斯会有那么多老婆。想到这，琳琅心里很复杂，还有点不舒服，抬头看向对面的人，见他看过来，他勾唇，眼睛弯起来。琳琅心跳蓦然快了一拍，视线微微慌乱的下一道餐桌上，食物的香味渐渐抚平了少女心底异样的波澜，把她的馋虫勾了出来。尝尝看，拉美西斯贴心将一些菜品往他面前推了推，怎么样？很好吃，和你们那边比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不过这里的更健康。少女边吃边说，腮帮圆鼓鼓。拉美西斯勾唇，让人给琳琅倒了一杯无花果汁，用来消食。那就多吃些，还有很多你没有尝过的，以后都会吃到。安心留在埃及，埃及会是你的第二个家。这么说，我还挺幸运，在这里有你这个靠山。琳琅弯起眼眸，对他笑道。少女的笑容明亮灿烂。拉美西斯怔愣片刻，努力维持向来平静沉稳的表情。留在我的身边，只要我能做到，你的任何需求都可以被满足。闻言，琳琅笑了笑，越来越觉得你像埃及的霸总，就是有王霸之气的人。拉美西斯挑眉，以为这是琳琅对他的夸赞和欣赏。琳琅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皇宫里的人都很喜欢他，对他赞不绝口，但他身上有秘密，留在皇宫也许只是暂时的计划，他是会离开的。想到这，拉美西斯危险地眯了眯眼睛，他不可能放任他离开，他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拉美西斯低笑，身为埃及的君王，让他习惯去争夺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论是用什么方式。在抬头的前一秒，眼底充满谋算的暗色被他很好的收了回去。拉美西斯拿起酒杯，亲自帮琳琅将喝完的无花果汁重新满上，态度随意又自然。他将自己放在与他平等的位置，似乎真的在认真学习怎么与他平等相处。看着收拾好行李将要爬墙的少女，娜丽一脸为难的出声拦下她：“琳琅小姐，你这是要干什么？”琳琅也没想到娜丽会突然回来，心悬起来，下意识看了眼外店门口，并没有其他人进来。琳琅悄悄松了口气，要想悄无声息离开皇宫，只能翻墙。现在已经被娜丽发现，以免节外生枝，他这次更不可能临时退缩了。拉美西斯很难缠，不会限制他在皇宫的行为，却不让他离开皇宫。琳琅知道，拉美西斯企图用另一种方式将他浸泡在甜蜜罐里，折去羽翼，当成金丝雀养。他将计就计，为的就是放松他的警惕，然后趁这个机会暗中寻找了近乎1个月，终于确定皇宫没有他要找的安卡。娜丽，我很想家，我的家人还在等我。对于琳琅的坦诚，娜丽面露难色。可是陛下对你很好，他也会送你回家。又或者，陛下把你的家人接到孟菲斯，让你们团聚。那不一样，我之前和你说过，我渴望自由，但是你们陛下似乎并不想让我走得太远。也许因为陛下很喜欢你，他不放心，担心你会离开他。琳琅摇了摇头，看着少女翻墙而去，彻底消失在视野中。娜丽闭眼，双手放于心口。早在琳琅在狮子口中救下他的时候，他就将忠诚献给了琳琅。没有人在意一个卑微侍女的生命，只有琳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她。3000年前的埃及，平民多居低矮砖屋。离开王都孟菲斯城，沙漠与古村遍布，原是朴素。琳琅为不给阿莎兄妹添麻烦，连夜离开孟菲斯城。因不熟悉路，他从山坡摔下昏厥，被独居的格桑玛雅婆婆捡回塔塔尔村。格桑婆婆是村里巫师，用偏方治病，虽性格刁钻，但心地善良。琳琅发现村子离孟菲斯城远，村民朴素醇厚，多老弱妇孺。考虑后，他决定留在格桑婆婆身边，帮忙做家务，辅助治病，还亲切称婆婆为格桑姐，二人关系渐好。塔塔尔村消息封闭落后，拉美西斯派人大面积搜找琳琅的消息，半个月后才传到这个村子。那些王都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很遥远，也不认为法老重点抓捕的罪犯会逃到他们村子。混在其中偷听的琳琅早有防备，此时的他戴着棕色微卷的假发，脸上抹了一种让皮肤看起来很粗糙的东西，给自己化了妆，再换上一身亚麻粗布衣。凭借这副装扮，很多次躲过各地寻找他的士兵。琳琅沿着周边打听，得知拉美西斯发现他不见后，十分愤怒。他这么爱面子的人，大概心里十分不甘心。娜丽不知道怎么样了，琳琅揉了揉眉心，希望拉美西斯不要因为他牵连别人。又过了10天后，琳琅充分地感受到了拉美西斯身上所具有的锲而不舍精神。他一直在找他，猜到他要在找安卡，特意派了很多人在孟菲斯以及周边城镇售卖安卡的地方藏着。幸亏他装成一问三不知的村姑，应付过去。但即使这样，仍旧很多次险些被发现。你头上戴的似乎是假发，长相看着也不太像埃及本地人。一个埃及士兵拦住琳琅：“什么不像啊？我孙女我还不知道，她得怪病了，头发都掉没了，才戴的假发，这怪病会传染，你们最好别碰她。”格桑婆婆这时候板着脸走过来，几个士兵闻言下意识后退。琳琅松了口气，感激地看了眼格桑婆婆，两人很快离开了士兵的视线范围。琳琅继续找安卡。格桑婆婆虽然一直说自己只会医术，但是她发现格桑婆婆真会点玄学东西。她有询问过婆婆安卡在哪，格桑婆婆只说她要找的东西就在周边，让她别跑远了。琳琅半信半疑，选择继续留在格桑婆婆身边，日子过得悠悠闲闲。每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她会去后山的池子边上坐会儿。清澈的水池里开有莲花，莲花能开在这片偏僻的地方，很罕见。当风吹起，莲花的清香扑鼻而来，能让大脑得到放松。琳琅就光着脚丫，把脚放在水池里，有一下没一下的淌水。她下意识去摸脖子上的安卡，每到安静的时候，安卡就会微微发烫来表示自己的存在。琳琅有时候觉得这个安卡有自己的灵智，之前他差点被发疯的狮子吃了，是安卡突然发光，让狮子呆住，他才能趁那个机会跑开。喂，是不是你把我带到3000年前的？琳琅没忍住问了他，安卡竟然还真亮。
亮了一下。琳琅愣了下，那我还能回去吗？这次安卡没亮，后面无论琳琅怎么问，安卡都没反应。琳琅觉得自己一定是太无聊了，才会和安卡聊上天。她之前问过格桑婆婆，格桑婆婆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好好保管，别弄丢了。”这没安卡认主，很喜欢你，还有多陪她说说话。没想到安卡真的有灵性，偶尔也会回应她。由此，琳琅相信格桑婆婆是真的有两把刷子，或许她要找的安卡真的就在附近。又过去半个月，埃及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伟大英明的法老陛下竟然失踪了。据说他外出使马受惊，遭赫梯人埋伏暗算，不知所踪。此事引起上下埃及恐慌，埃及士兵和赫梯人都在找他。赫梯与埃及积怨已久，企图吞并埃及。琳琅不担心拉美西斯，认为他能挺过此劫。傍晚，琳琅照常从后山回来，准备做饭，却闻到小屋传来一股血腥味。我刚从外面捡了个人，格桑婆婆正好要进屋。琳琅点头，毕竟她自己也是被捡回来的。不过这次被捡回来的人似乎受了很重的伤。琳琅熟练地拿起包扎工具，和格桑婆婆一起进屋，远远打量木床上那人，琳琅啧了声，直到走近一看，他身形一晃，男人侧脸勾起带血的轮廓，健硕高大的身体上混着血和泥土，胸口插着一支箭。他紧闭着眼睛，唇色苍白。要不要这么巧？格桑婆婆见琳琅呆愣站在原地，皱眉催促：“我眼睛不好使，快过来给他脱衣服。”琳琅闻言，快步上前，麻利地脱掉拉美西斯的外衣。褪去上衣后，他结实精壮的身躯上满是擦伤，想必是马失控衰落所致。格桑婆婆递来调制好的药膏，让她为拉美西斯处理严重伤口止血，关乎他性命。琳琅格外认真，动作轻柔细致。他胸口处伤的最重，被带毒的长箭射中，且离心脏极近。幸而格桑婆婆医术高超，药膏起效，血止住了，毒素扩散也被遏制。婆婆拿着瓶瓶罐罐，一点点抽出她胸口泛黑的血渍，忍不住嘟囔：“受了这么多伤还能活，这小子命真大。”处理完伤口，天已很晚，格桑婆婆疲惫不堪，年纪大了，很少遇到伤这么重的人。格桑姐，您去休息，这儿有我。琳琅哄着婆婆回房，揉了揉酸痛的肩，坐到床边看向床上的人。男人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即便狼狈至此，身上的压迫感仍难以忽视。他实在没想到格桑婆婆会把拉美西斯捡回来，不知她醒来看到他会作何感想。窗外天色已晚，琳琅打算明早通知寻找他的士兵，在他醒来前让人把他接回去。可一夜没怎么睡，第二天天还没亮，他走出去，发现塔塔尔村及周边村子都被封锁，竟有赫梯人在找拉美西斯。塔塔尔村位置偏僻，有山丘遮挡，赫梯人暗中控制周边村子不难。琳琅赶忙跑回去，在赫梯人搜人前把昏迷的拉美西斯藏好，顺利躲过一劫。只是无法与外界接触，更不能离开，拉美西斯只能暂留此地。琳琅有些头疼，屋里只有一张床，格桑婆婆在另一屋，不喜人打扰。如今拉美西斯重伤，不能睡地上。婆婆说：“你和他挤一挤。”琳琅义正言辞：“格桑姐，我有节操，不跟陌生男人睡一张床。”她坚持打地铺，可晚上温度低，地板铺了软草也硬，睡了一晚。第二晚，琳琅就把拉美西斯拉到床另一边，自己也躺了上去。跟一个重伤昏迷的人计较啥？就算醒了，也做不了啥。睡到一半，琳琅做噩梦，梦到阴森可怕的东西盯着他，吓得一巴掌扇过去，猛地睁开眼，正对上另一双眼睛。对面的人不知何时醒了，平躺着，头微微偏着看他，脸上还有道鲜红的巴掌印，正是他扇的。琳琅僵住，醒了。拉美西斯不知看了他多久，因受伤脸色虚弱苍白，巴掌印愈发明显。他没什么表情，漆黑的眸子仍是记忆中的模样。很久，他才嗯了声。两人躺在一张床上醒来，还有这鲜红的巴掌印。琳琅觉得需要解释清楚。有水吗？拉美西斯先开口，嗓子因缺水沙哑。琳琅起身倒水，他身体虚弱，无法动弹，抬眸看他，竟显出一丝无助。琳琅硬着头皮扶他起来喂水。原来你在这。他抿了口水，喉咙舒服了些，环视周围环境，没有质问。琳琅避开话题，现在外面都是找你的人。拉美西斯很久没进食，坐久了无力，虚弱的靠在琳琅肩上咳嗽。琳琅想推开他的手，顿在半空，看他没血色的脸，不忍收回。你现在打算怎么做？拉美西斯没回答，抬头看着他，为什么要离开皇宫？琳琅嘴角扯了扯，不想回答，追问正事。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现在随时有被赫梯人发现的危险，和你在一起，你保护我。琳琅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相信我的能力吗？为什么？我找了你1个月，你藏得很好。琳琅觉得他变无赖了，可也不能把他送到赫梯人手里，那可得说好，我帮了你，你不能恩将仇报，再把我抓回去。不会恩将仇报，那还会抓我回去吗？看情况。琳琅忍着想揍他的冲动，讲起外面情况。年轻法老听到赫梯人封锁村子，没什么表情。我知道了，他大概有计划，只是身体极度虚弱，神色疲惫。琳琅拿枕头挡在两人中间。夜里，拉美西斯没入睡，像在忍耐什么。琳琅察觉动静，睁开眼问道：“怎么了？伤口痒。”格桑姐的药起作用了，忍一忍。好，他呼了口气，安静下来。琳琅不放心，睁眼发现他正偏头看自己，没想到他会睁眼。他愣了下，恢复平静，被我吵醒了，抱歉。没有。琳琅摸摸他额头，很烫，皱眉喃喃：“发烧了。”发烧。他茫然眨眼，你好好躺着。在草筐里翻找，挑了几种药材，熬了约2小时，把药端进屋。拉美西斯还没睡，安静地看着他。他受伤生病，比在皇宫时清瘦。喝了。琳琅吹了吹，把药喂到他嘴边。拉美西斯听话张嘴，深棕色药汁入口，他目露惊讶，舔舔唇角，放了蜂蜜。药太苦，放了点，不影响药性。琳琅又舀一勺喂他。
他眼神柔和，乖乖配合。不早了，这里面加了安眠草药，一会儿你能睡着。琳琅吹灭蜡烛，屋里只剩微弱月光。谢谢。拉美西斯礼貌的道谢，这是琳琅在皇宫教他的，说那边的人得到帮助会主动道谢。不客气，不过在这里没必要装了。琳琅打了个哈欠，摸了摸他的额头。少女刚洗了手，温度偏凉，发烧的拉美西斯很迷恋这种温度，悄悄用额头蹭了下他手心，手离开额头，他心底空落，只能看着那只手满心回味。夜静悄悄，木板床上，两人各躺一边，呼吸渐渐绵长。第二天，琳琅拿胳膊盖上自己的眼睛，想要再睡会儿，又忽然想起来床上不止他一个人。睁开眼睛，枕头那一边就是男人英俊深邃的侧脸，他还在睡觉，看来这一觉睡得很舒服。琳琅没有惊醒他，悄悄起身出去做今天的早饭。等早餐做好，他敲门，发现格桑婆婆不在，大概又外出了。琳琅早已经习以为常，格桑婆婆隔段时间就会出去，有时候当天就能回来，有时候要好几天。他打算先出去购买一些蜂蜜，回来再叫醒拉美西斯，戴上假发，抹上让皮肤变黑的面膏，他还贴了个胡子，这次扮成干瘦男人的模样出去采购，就这样很顺利的买到了蜂蜜。等回来的时候，拉美西斯已经醒了。琳琅站在门口，陌生的装扮几乎让拉美西斯瞬间警惕。在看清琳琅面容后，很快随着垂眸的动作脸下去，再抬起头，面容平静温和。是我。琳琅把门打开，出去了吗？拉美西斯打量他身上的装扮，原来之前是穿成这样躲我的。那不重要，别揣测了，吃饭。这类似于命令的语气让拉美西斯微微发愣，眼底划过一道异样的情绪。拉美西斯身上的伤实在太重，琳琅自然担任了喂饭的工作。拉美西斯一直看着他，怎么了？琳琅不太自在，胡子长歪了。他看着他，嘴角上翘。胡子。琳琅愣住，这才想起来他脸上的男人妆还没卸去，下巴上还贴着一撮胡子，下意识将歪了的胡子重新贴正，而后又反应过来，干嘛还要贴着胡子，又将胡子扯下来。这些行为落在拉美西斯眼中，他略一挑眉，有胡子也很可爱。琳琅将胡子贴到他光洁的下巴上，行，送你了。格桑婆婆的药膏一天要抹2次。刚开始，琳琅给他抹药很不自在，毕竟之前他是昏迷状态，而现在是醒着的。抹药的过程中，琳琅手上动作很轻，怕碰疼他伤口。拉美西斯则半眯着眼睛，看样子还挺享受。只是每次涂好药，过上半个小时，他额头就会冒一层细汗。琳琅知道这是格桑婆婆药膏的特性，不过看他这个样子，琳琅总觉得有些夸张。于是他在之前手臂不小心划破的一个小伤口上用了这个药膏。刚抹上的时候很清凉，很舒服，可渐渐一股痒意越来越强烈，像是蚂蚁在上面爬。琳琅差点把胳膊挠破。他这才领略到拉美西斯惊人的忍耐力。格桑婆婆回来后，只淡淡说了一句恢复的不错。拉美西斯身体素质好，恢复确实很快，才3天，他就能下床走几步，然后就扯到了伤口，倒在了琳琅身上。两个人最后不出意外，一起倒在地上。拉美西斯反应快，下意识用手臂护着他的后脑勺和背部。琳琅没摔疼，但男人手臂上的伤口却好像裂开了，空气中弥漫淡淡血腥味。琳琅懊恼，伸手推他，却推不动。男人也没有起来的自觉，高挑的身形完全覆盖住身下的他，却有意控制着重量，不压疼他。琳琅推了推他，你起来。起不来，他声音也有些无奈。这么近的距离，对方高挺的鼻梁直接蹭到他鼻尖，呼吸像羽毛，轻轻痒痒。琳琅想使劲推开他，又怕碰到他的伤口。拉美西斯按住他，别乱动，声音有点哑。少女那双明亮的，又拿他无可奈何的清澈眼眸，此时在拉美西斯看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忽然开口，抱歉，怎么了？拉美西斯喉结滚动，终究没有克制住，他垂眸吻了下来。唇瓣相贴的那一刻，琳琅身体僵住，动作温柔地贴上他的唇角，辗转了下，像是试探。见他呆愣，他自喉间低笑了声，舌尖进一步探进他口中。琳琅终于反应过来，闭上嘴，可是已经晚了。对方已经侵入进来，霸道又温柔。琳琅被吻得手脚发麻，他的气息太有侵略性，又带着温柔的蛊惑，他差点没忍住发出嘤咛声，实在受不了了。他咬了他一口，拉美西斯这才嘶了声，意犹未尽退出来。他咬得不轻，舌尖有腥味。他没生气，反而伏在他颈间笑起来，笑声很开朗，胸口震颤，连带着他也跟着颤。笑够了。拉美西斯在他耳边蹭蹭耳垂，像是情人间的蜜语。为什么身体这么敏感？琳琅脸色瞬间涨红，我不喜欢和人肢体接触，可刚才你很享受和我亲吻。没有，没有，我只是问问。他不逗他了，笑着翻身，从他身上翻下去，跟他一起平躺在地板，笑声的轻而快。琳琅发现这段时间拉美西斯在这里笑的次数越来越多，有这么好笑吗？他就是太轻浮。琳琅摸了摸微烫的脸，正这样想着，这时格桑婆婆步伐略有些急促的从外面走进来，赫梯人又来找人了。地理位置原因，两个国家之间少不了矛盾。赫梯对埃及一直虎视眈眈，但埃及的强盛国力又让赫梯无可奈何。拉美西斯一直是赫梯人想要铲除的头等对象，但一国法老身边防卫严密，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不过格桑婆婆现在这么着急进来，并不是来提醒拉美西斯，是提醒琳琅。拉美西斯身份过于特殊，在他本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琳琅并没有将他埃及法老的身份告诉格桑婆婆，只是说他是孟菲斯的贵族成员。毕竟再怎么掩饰，他周身的沉敛自若的气场，也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格桑婆婆对拉美西斯并不感兴趣，只说等他养好了，赶紧让人接回去，少吃几口他家的粮食。这段时间，赫梯人时不时来搜查人。之前琳琅打扮成黑丑的村姑，嘴角还贴了一个指甲盖大的黑痣。过来搜人的赫梯人一直说他长得倒胃口，影响食欲，看都不看一眼就离开了。不过这次时间紧张，来不及打扮了。
赫梯人来到门口，像强盗一样破门而入。屋里只有格桑婆婆坐在床头，琳琅和拉美西斯已经藏进了床铺下面的暗草里。这些赫梯的底层士兵只顾着看有没有强壮的男人或者娇小的女人，根本没有细心察觉到床下还有个暗槽。但还是有人留意到了空气中隐隐的血腥味。这屋里还有谁？格桑婆婆回道：只有我。撒谎，我分明闻到了血腥味。藏在暗槽里的琳琅听到士兵的话，心里一紧，如果被发现了，这几个赫梯人一定会联合周围其他赫梯士兵过来抓人，还会连累到格桑婆婆。那个嗅觉灵敏的赫梯士兵已经开始围着房间里仔细嗅起来，找到床下只是时间问题。腰上忽然附上一双手，环着他的腰，将他好好护住，手掌轻拍了下他的背部，像是无声的安慰，让他别紧张。拉美西斯比他要冷静沉稳很多，他身上温度很高，被他这样抱着，竟然有一种莫大的安全感。听着床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这具身体因为紧张本能的微微发抖。琳琅轻吸一口气，将头埋在他颈间，感受着拉美西斯沉稳的呼吸。别怕，我在。他声音极轻，手掌干燥温暖，轻轻揉了下他的头。脚步声越来越近，床下暗槽里的两人像是融为一体，呼吸一同隐在黑暗中。赫梯士兵闻着气味就在屋里，但具体在哪又找不到。他气急败坏地踢了一下床板，该死，暗槽差点就露出来。拉美西斯微微侧身，用身体挡住琳琅和外界的接触，说不定赫梯士兵下一脚就会踹进来。我想起来了，有个小家伙在这。格桑婆婆忽然出声，从床头的木柜里慢慢掏出什么，是找这个吗？几个赫梯士兵看过来，在看清格桑婆婆手拿的是一只死老鼠时，纷纷嫌恶地往后退。你怎么把死老鼠放在这？格桑婆婆森森一笑，因为我喜欢吃死老鼠啊，沾着血吃。疯子！赫梯士兵们被他吓到了，找不到人，又担心惹上什么怪病，纷纷一脸晦气地夺门离开。确认士兵离开很久后，两人才从暗槽出来。拉美西斯身上刚养好的伤口又裂开了很多，琳琅给他重新包扎。他低头看他，拉美西斯其实并不在意格桑婆婆到底喜不喜欢吃死老鼠，他只是想和他说话。从刚才出来到现在，他一直没理他。少女抿唇，指着自己一只红透的耳垂，上面被人舔了一层水色，红晕久久不退。怎么了？他明知故问。你刚才在暗槽里面做的好事，感觉你太紧张，帮你转移注意力。拉美西斯声音无辜。琳琅包扎力度加大，拉美西斯倒是不觉得疼，但知道他生气了，任他怎么说，琳琅这一天都没理他，但晚上却还不得不躺一块儿。两人中间放着一摞被子挡着，根本看不见床另一半的人。不过没一会儿，这几床被子就被格桑婆婆抱走了。我说被子都找不到呢，原来在这。老人声音越来越远，被子拿走了，中间没有阻隔，露出来两人的脸。拉美西斯手指轻轻戳了下他的肩膀，不许碰我。少女盖着被子，转身背对着他。拉美西斯挑眉，他现在比他以前驯养的那匹不认主的狮子还凶，可他偏偏很喜欢他这个样子，有着丰富的情绪，也让他能感受到与人正常交流的鲜活愉悦。不过不理人，确实让他有点头大。拉美西斯鲜少示弱，这次他没有再顾自己的法老威严，主动软下声音：你在生气吗？琳琅没说话，他轻叹一声，含着无奈的笑意：我代表上下埃及，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请原谅我白天的无礼。财富、地位、土地、奴隶、神庙都可以给你，我们休战好不好？正经的语气，像是真的在谈判，可哪有谈判是在被窝。法老半撑着头，扯着他背角，琳琅用被子蒙住头，拒绝谈和。我可以增加筹码。修长有力的手伸过来，将他头上的被子轻轻撩开，新鲜空气一股脑涌入。琳琅没了被子遮脸，下意识咬了一口他伸过来的手。拉美西斯猝不及防，嘶了声，他无奈地捏了捏他的脸，声音轻而哑：我是来谈和的，懂不懂规则？琳琅听得心虚，又张嘴咬了一口。拉美西斯看着手上的牙印，看了好久。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吗？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宠溺。你白天做的那些事情很过分，可你很喜欢。滚！拉美西斯沉默片刻，你胆子很大，是第一个把牙印咬到法老胳膊上，还让法老滚的人。琳琅现在实在不想和他多说话。我不是埃及人，没那一套对你的信仰。要不是为了能安全留在这，我才不想搭理你。不想搭理我？拉美西斯声音终于沉下去，隐约又有了往日法老的威严。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为什么总是在嫌弃我？他很早就感觉出来，他心底在抗拒他。琳琅没想到一时口快，把内心想法说了出来，但又觉得有些话还是说开了比较好。他转过身，看向枕头那边的人，对上他幽深的眼睛。拉美西斯，我不会一直留在埃及。为什么？拉美西斯眼眸中的暗色越来越重。因为我要回家，迟早会离开埃及。埃及美女千千万，你是埃及的法老，英勇果敢，战无不胜。以后你后宫里的崇拜你的女人数不胜数。你别再对我做一些太亲密的举动，等你伤养好了，我们好聚好散。琳琅说完，又转过身背对着他，闭上了眼睛。好聚好散吗？安静了一会儿，身后传来沉闷的声音。下一秒，琳琅被人猛地搂进怀里，这个怀抱不容反抗。他的头抵在他脖颈处，偏执认真，一寸寸贴紧他的皮肤，感受着脉搏跳动。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做不到。他霸道而不容拒绝的怀抱与话语，让少女怔愣，无措的去掰他环在腰间的手，禁锢刚松了些，又被他扳过肩膀，身体不得不转过去面对他。琳琅瞪大眼睛，看向那双近距离与他对视的黑眸。琳琅，你听着。他抵着他的额头，热热的鼻息扑得他有点痒。琳琅从未觉得自己的名字能被他念得这么缱绻认真。我以太阳神的名义起誓，我拉美西斯以后只会有你一个妻子，你将是我唯一的爱人，埃及最伟大的王后，众神保佑你，埃及子民敬重你，敌人畏惧你，灾害疾病远离你，我所有的荣耀与喜悦都会与你共享。我们的雕像以后也会共同雕刻在神庙，存在千年万年，受众神祝福，供后人观仰。所以留在我身边，让我好好爱你，照顾你，成为我一生的伴侣，好吗？声音认真，一字一句。他炙热坦诚的爱意让他脸颊升温滚烫，似乎有什么从
从血液里蔓延，在心间汇聚，胸口不住的酸涩膨胀。他无措地遏制这种感觉，这不过是你哄人的手段。别，嘴被对方温暖柔软的唇堵住，后面的话被对方卷起的舌头打乱。这个吻漫长又缠绵，相信我。他轻咬着她的唇，手指摩挲她的眉眼。不信也没有关系，我会用行动向你证明我对你的感情，证明你留在我身边是值得的，是幸福的。但与此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再让你有离开我的任何可能。后面的话，琳琅听不太清了，他的思绪起伏已经淹没在了他越发温柔的吻中，每次想要逃脱，又会被他再次拽进情欲里，反反复复。今晚的月色皎洁如霜，让情迷的少女恍然觉得，现在可能是一场美丽又荒唐的梦，什么都不太真实，唯一真切的触感，大概是他脖子上的安卡又隐隐发烫了。到了白天，琳琅才清晰地发现，脖子上戴的安卡本就斑驳的表面不知不觉又多了一道裂痕，心中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是这枚安卡将他带到了3000年前，他还没搞懂它的来源，他却越来越脆弱，仿佛下一秒就会四分五裂。有时候琳琅忍不住想，他要找的安卡真的在3000年前的古埃及吗？如果是在现代呢？这枚安卡碎了，他是不是就再也回不去现代了？最近你总是盯着他看，头被人轻轻揉了下，拉美西斯很自然地挨着他坐下来。那天晚上之后，拉美西斯又经过几日的休养，行动上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却越来越粘他，担心他会偷偷跑路。琳琅甚至怀疑晚上睡觉，为了看着他，拉美西斯的眼睛晚上会左右放哨。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但他梦里确实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对于他炙热的感情，琳琅表面上告诉他，他要认真考虑一段时间，心底想的却是等到合适时机，趁他不注意，赶快偷溜，不然真和3000年前的法老谈恋爱，死后还要被做成木乃伊。琳琅想想就身体发毛。拉美西斯拿过他手里的安卡，这安卡是什么人送给你的？他害怕琳琅离开，对于他身上的东西总是持有一种未知的紧张，一直带着，似乎对你很重要。琳琅很怕他下一秒把本就脆弱的安卡给捏碎，摇头道：不是，是在一个黑心商手里买的，因为很贵，所以就一直带着，带久了就习惯了。知道是黑心商贩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买？拉美西斯细细打量手里的安卡，手指摩挲上面的纹路，有些年头了。琳琅耸肩，我也不想买，但你们埃及的黑心商太多了，还很粗鲁，拦着我不买根本不放心。有这种事情吗？拉美西斯皱眉，眸光划过冷意，在埃及哪里买的？我会好好整顿，那个拦你的人我也会找出来。开罗机场，刚下来就拦人。开罗机场，看着拉美西斯怔愣的表情，琳琅立马意识到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时代。琳琅苦恼，该怎么和拉美西斯说？那个黑心的埃及商贩在3000年后，他根本抓不住他。拉美西斯现在表现的实在太接地气了，离开皇宫的他，现在每天和他待在一起，吃着简单单调的饭，穿着朴素的麻布衣，有时候还能误打误撞接上他的一些梗，让他有一种两人没有隔着3000年代沟的错觉。很小一个地方，也许是我记错了。琳琅笑了一下，默默拿回自己的安卡。拉美西斯单手撑着下巴，挨他又近了些。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那为什么一直在找各种样式的安卡？之前你对大祭司腰带上的安卡也很感兴趣，我很喜欢埃及的安卡，觉得大祭司腰带上的安卡很漂亮，想要收藏，但是拿到后又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就还给他了。拉美西斯明显不信，是这样吗？琳琅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突然想起什么，兴致高了些。拉美西斯，你想不想吃饺子？拉美西斯眼睫轻颤，又是他没有听过的东西，心里无端烦闷起来，面上却还是如往常一样。他点了点头，想吃。说干就干，琳琅撸起袖子，带着拉美西斯准备做饭材料。面粉准备好了，琳琅又去邻居家换了一些韭菜，家里还有鸡蛋，正好可以包韭菜馅的饺子。拉美西斯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琳琅教他擀面皮。那双拟奏文书、上阵杀敌的手明显没有做过这些，刚开始动作还有些笨拙，擀出来的面皮也是千奇百怪。头一次在这方面受挫，拉美西斯看着自己的杰作，又看向琳琅，无奈笑了下。琳琅忍俊不禁，法老擀出来的面皮再丑，卖出去也有大把人哄抢吧。拉美西斯愣了愣，唇角扬起，他们没有这个胆子。后来他熟练了，掌握技巧后，一个个又薄又圆的面皮从他手里出来，擀面皮的速度太快，他又让琳琅教他怎么包饺子。拉美西斯学习能力很强，他认真学着怎么捏饺子边。拉美西斯一定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差异，在很努力地学习琳琅的思维方式，接受他所说的新鲜事物，企图拉近两人的距离。很简单，一个完美的饺子被他包出来。拉美西斯轻笑一声，转头看向琳琅，琳琅竟然从他的表情中看到求表扬的傲娇模样。他挑眉说，包得真漂亮。他嘴角的弧度果然上翘了。琳琅觉得自己越来越被拉美西斯所迷惑，竟然觉得他可爱又温柔，放在现代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男朋友。不行不行，他绝对有一定成分是装出来的。在他思绪纷飞时，鼻子被人捏了下，拉美西斯摊开另一只手掌，又包好一个，那副求夸的表情怎么也不像是装的。琳琅艰难地告诉自己，他就是演技太好了。饺子包好下锅，腾腾热气扑面，香味很快冒出来。埃及没有饺子，整天在屋里捣鼓什么的格桑婆婆都被勾了过来。什么味儿啊，这么香！格桑婆婆嗅着鼻子走到锅前，好奇又疑惑地看着锅里翻滚的小东西。琳琅笑着介绍，饺子，我们那的特色美食，格桑姐你绝对没吃过。饺子熟后，琳琅盛好放到桌上，才发现拉美西斯和格桑婆婆出去了，现在正好一起进屋。格桑婆婆神情不好，满是皱纹的脸耷拉着，却什么也没说。拉美西斯倒像个没事人，悠闲地走过来，拿出琳琅让他做的几对木质细棍。琳琅解释这是筷子，用来夹饺子，还教两人怎么用。拉美西斯很快就学会了，动作优雅地吃起来。
格桑婆婆却怎么也架不住，饺子总到嘴边就掉下去，她没耐心，直接撂下筷子，打算手拿着吃，结果饺子太烫，抓起来又放回去。琳琅用筷子把饺子串起来，递给生闷气的老人。格桑婆婆心情不好，是个老固执，还嘴硬，想说不吃了，但那饺子味道实在太香，她哼了一声，慢吞吞接过，咬了一口，觉得也没想的那么好吃，手上却用筷子又串起一个放进嘴里。琳琅忍不住笑起来，格桑婆婆耍小脾气很可爱，老人家一个人在这生活多年，没有亲人，邻居小孩又大多畏惧她古怪的性格，大概很久没有年轻人陪格桑婆婆吃饭了。琳琅心疼格桑婆婆的同时，余光注意到拉美西斯，她半撑着头正在看她，而在琳琅看过来时，又什么都没有了。看我干什么？饺子是不是很好吃？要是有醋就更好了。会有的，时间问题。她夹了一个饺子放到她嘴边，琳琅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琳琅下意识张嘴，将她递来的饺子吃进嘴里。拉美西斯勾唇，我包的，怎么样？这么多饺子，你还能知道哪个是你包的？饺子的底部我都会按一个手印，会凹进一些。她认真的说，想让你第一个吃的是我包的饺子，味道怎么样？琳琅没想到拉美西斯小心思这么多，竖起大拇指给她。拉美西斯也学着琳琅的样子，竖起大拇指，和她的大拇指按在一起，笑容带着上层皇室的绅士风度。格桑婆婆皱眉，旁边这两人实在影响她进食了。老人家没好气的敲了敲桌子，琳琅尴尬笑了下，乖乖吃饺子。下午，琳琅总觉得格桑婆婆有话要对她说，可是格桑婆婆每次刚张嘴，拉美西斯就会无意凑过来，然后格桑婆婆就不说了。琳琅疑惑，晚上睡觉时，她悄悄看了眼在一旁安静看书的拉美西斯，她倚着床头，昏黄的烛光勾勒出她深邃俊朗的轮廓，明明没什么表情，但是能感觉到她此时的慵懒惬意。不过这么多天过去，拉美西斯身上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赫梯人迟迟找不到人，也逐渐放松了对这片村子的暗中管控。拉美西斯该离开了吧？琳琅觉得自己也该尽快功成身退了。就拉美西斯看向自己越来越危险的眼神，感觉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哎，宿主，你要跑哪去？正这样想着，脑海里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琳琅直接从床上坐起来。怎么了？旁边看书的拉美西斯也被他突然的举动惊了下，看过来，没事，我就是做噩梦了。睁着眼睛做噩梦吗？琳琅愣住，他不是在看书吗？怎么知道他刚才睁着眼睛？确认拉美西斯没什么动静后，琳琅才在脑海里大呼一声，小六，你下次出现能不能提前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这么久没出现，一出现就吓我这么一大跳，我还以为到了古埃及，你信号就被屏蔽了呢。小六心虚，那啥，人家是有原因的，宿主，那个有个事要跟你说。听着自家系统小心翼翼的语气，琳琅顿时就觉得不是好事。什么事？宿主，你还记得之前我和你说过的一个大赛吗？琳琅明显茫然了一瞬，就是那个最有潜力系统大赛，考验系统和宿主之间的默契和能力的。小六支支吾吾，琳琅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个事情，怎么了？主系统让其中一个系统作为代表去抓阄，来确定这次比赛的背景主题。咱们最近任务表现不错，我就被主系统喊去当做代表抓阄了。琳琅有些欣慰，这不挺好的吗？说明主系统看中你，你抓了什么主题？恋爱、复仇还是其他什么？小六弱弱的揭晓答案，宿主是惊悚求生。闻言，琳琅叹了口气，没事，习惯你时不时带给我惊喜了。小六更加心虚，背景主题确定了，具体什么形式只有比赛开始的时候才会知道。炮灰逆袭、感情攻略、拯救反派、拯救世界，但不管是什么，宿主你们这些任务者面临的都将会是未知的、畸形的、恐怖的怪物。怪物没有人的同理心、道德以及常识，更加野性自由，却比人要狡猾100倍。遇上这种东西，你只能像训狗一样粗暴的让他服从你，即使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这，琳琅眉心还是忍不住跳起来。小六声音越来越小，可宿主，你会不会怪我？琳琅吐了一口悠长的气，小六，我不怪你，毕竟你这次坑的不只是我，还有一起参赛的那些任务者。等比赛了，千万别和其他系统透露比赛的主题是你抽的，容易挨打。我懂，我懂。和小六交流完，琳琅惆怅了，没忍住叹了口气。旁边的人感受到他的异样，他缩了缩身体，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冷。拉美西斯用被子将琳琅裹得严严实实，把被子和人一同抱进怀里。他吻他的额头，轻拍着他的背，这样可以吗？睡吧。琳琅在他的轻哄下慢慢睡过去。平心而论，拉美西斯放下面子后很会照顾人，这是琳琅睡前的想法。然而等再醒来，这个想法就被他收回来了。睁开眼，他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有谁能告诉他是怎么能一夜间又回到这熟悉又陌生的皇宫？醒了，头顶传来声音。琳琅僵硬的扭头，视线一抬，拉美西斯此时就坐在他床头，身上的亚麻布衣已经换回镶金短腰衣，头顶也戴上了象征埃及无上地位、镶嵌绿宝石的皇家王冠。记忆里这副装扮的他，该是威严冷漠的神情，而现在见他醒来，男人眼底却是一片笑意。他俯身，在他唇角落下一个有仪式感的吻，声音愉悦低沉：琳琅，欢迎回家。琳琅愣了几秒，瞬间清醒，所以他真被拉美西斯连夜拐回了皇宫。塔特尔村到孟菲斯一晚到不了，除非他睡了不止一晚。拉美西斯温柔道：饿了吧？我让人准备了午膳。琳琅坐起，生气地抓起他衣领：你他喵在饺子里下了迷药！侍女们刚进来，就见法老衣领被外族少女抓着，纷纷惊慌要阻拦。拉美西斯看过去，侍女们只能低头退回殿外。拉美西斯，你太过分了！侍女们关门时，听到他直呼法老名讳，心脏狂跳。门关上，隔绝了声音。他们不知，本该暴怒的法老正在乖乖受训。琳琅往他脸上扔枕头。
头。拉美西斯不躲，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拉美西斯怎么哄都没用，只好叹气起身。好，我先出去，一会儿你乖乖吃饭。人走了，琳琅才钻出被窝。宿主，他可是3000年前的埃及法老，你这么对他，他都不生气。我好不容易跑出去，中途救了他，现在又反被他捉回来，你说该生气的是谁？宿主，那还不简单，让他厌恶你啊！你就在他面前阴暗爬行、尖叫、扭曲，就不信他不怕你。琳琅虽觉离谱，却也打开了思路，要跟拉美西斯对着干，倒要看看他能忍到几分。琳琅不能离宫，因拉美西斯叮嘱，侍女都不敢怠慢他。拉美西斯每天都来看他，他泼他石灰，拉他钻桌底吃饭，在他看书时唱 rap， 每件事都在他忍耐线上反复跳高。侍女们每天都心惊胆战，生怕被砍头。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拉美西斯仍未对琳琅发脾气，或许自知理亏，简直没底线的纵容着他。琳琅骚操作层出不穷，拉美西斯眼底很快多了一道乌青，显然被他折腾够呛。琳琅忍不住问：我都这样做了，你怎么那么能忍？确实忍得很艰难。拉美西斯看着他，目光像要将他吞吃入腹，说的忍似乎和他说的不一样。我会等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再做些过分的事。他剥了颗葡萄，轻轻送进他嘴里。为了让琳琅主动，拉美西斯暗戳戳引诱他，比如洗完澡故意敞开衣袍，露出腹肌和人鱼线。琳琅吓得捂上眼睛，堂堂法老也要用这种卑劣的色诱方法吗？不过是想让我未来的王后更加了解我，尽快回心转意。拉美西斯轻咬了下他的耳垂，声音魅惑低哑，摸摸看，你会喜欢的。琳琅终究没抵挡住男人的引诱，闭上了双眼，被他牵引着手不断探索，氛围越来越重。最后琳琅靠着理智尖叫爬了出去。拉美西斯忍住了石瑶的一系列发疯操作，大祭司却有些受不了，上门找了过来。你真的太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是个祸害，你最好想办法赶快把我赶出皇宫。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我去主动找死？琳琅失望摇头，坐了下来。那里还好吗？他没事，当时你跑出皇宫，陛下发怒要惩罚他，是我拦了下来，他现在在我那。琳琅狐疑看他，大祭司失笑，看来你对我的印象并不好，不过那里确实没事，改天得到陛下允许，我会带他来看你。不知你为何做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不过能吸引到陛下，说明你异于常人。琳琅开门见山，所以你来我这干什么？长老院一直催陛下纳妃立后，陛下后宫多年空着，现在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很多人操心王家子嗣，陛下却置之不理，还把女人都送我那去了，我家都快装不下了。懂了，你打算往我这塞几个？大祭司嘴角抽了抽，陛下眼光果然毒辣，如果陛下娶了你，长老院就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他一定会立你为王后，到时候你就会成为埃及最尊贵的女人。琳琅看他，所以呢？大祭司沉思，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看向琳琅。他起身，神情严肃，我在想，你是装傻，还是对埃及第一王后的权力不感兴趣？大祭司不假笑时，眼神冷，散发神官肃穆威严。琳琅却不怕，坐着毫不在意地看他。你觉得呢？他虽被抓回软禁，但拉美西斯重视他，不容人挑衅。大祭司无法再如初见时，将他无理关进铁笼审问。他揉揉眉心，脑壳疼，觉这是除陛下外，首次有人让他无可奈何。你作为外族女子，无权无势，来历不明，陛下迎娶，必面临各方施压。你这几天折腾陛下时，知他在干什么吗？他在给你铺路，让你顺利登上第一王后宝座的路。大祭司看着他，神色复杂。只要你别再折腾，温和接受他的感情，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第一王后的名字将会传遍埃及。琳琅抿唇，即使知道这些事情告诉他，能帮他尽快接受他，他也没特意宣扬来表示自己的深情。他叹了口气，摸上胸前的吊坠，吊坠上的安卡微凉，摸在手里很舒服。他站起，平静看大祭司，声音平缓，所以他对我这么好，我就该感恩戴德接受。安静几秒，大祭司怔愣，诧异看琳琅。琳琅的话再让他意外吃惊，为何他想法总和埃及其他女子不一样？此时少女目光清亮，姿态不卑不亢，站在他面前，明明比他矮很多，可这一刻，大祭司竟觉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低头看他，他无法用气势压住他，更无法用说辞说服他。大祭司，有2点我要声明。琳琅脸庞沉静，眼神坦荡。首先是你们陛下把我抓回，不是他，我现在一定坐草地上享自由，而不是坐这听你当说客。其次，拉美西斯拒别的女人是他的事，我没要求他，他选择带的麻烦和我无关，请你别用施舍恩宠的语气说话，我不爱听，懂吗？语气平和，却隐含压迫。大祭司心颤，原以为他不懂礼仪，惹事，靠技术和小聪明或宠爱，但现在看似乎不是。他沉默了。琳琅脸眸没再理他，对拉美西斯的所作所为，他并非没感受到，正因感受到才别扭。走到宫殿左侧，琳琅停下，望向窗外，不知何时溅起池塘，象牙池壁闪光，清澈水下，玛瑙反射光芒，各色莲花含苞，清香弥漫，估计不久就会绽放。琳琅微愣，怪不得总闻莲花香，他还以为是侍女香膏味。我为自己冒失话表示歉意。大祭司忽然对着琳琅行了个礼，眼神多了敬重，只是觉陛下最近太疲惫，他不该这样。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失落无措的样子。顿了顿，他又问：你还记得前天晚上陛下带的饺子吗？琳琅转头看他，当然记得。那天拉美西斯端热腾腾饺子，说是赔罪，他不吃，拉美西斯就一个一个吹好，亲自喂他。你怎么知道饺子的？陛下告诉我的，毕竟那顿饺子我也有参与。大祭司说着，回忆前天下午，那天他正神庙检查，突然被拉美西斯侍卫叫去皇宫，突然传召。大祭司以为有重要事，比如鹤梯间戏怎么处置，然而来了，才发现陛下正在揉白面。大祭司愣住，不敢置信，甚至怀疑眼前人是别国奸细，但确认过眼神是拉美西斯。拉美西斯让他学揉面、绞馅，做什么饺子？大祭司觉得陛下疯了，他知陛下哄琳琅，但没想到会做到这种地步。你哄人，那为什么要叫我来？拉美西斯看了他一眼，不紧不慢道：你之前骗他，
他生过气，赔罪。大祭司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但君命不可违，只能忙活起来。埃及法老和大祭司头一次一起做饭，没叫侍女或大厨帮忙，两个大男人闷头干。大祭司没做过，拉美西斯在一旁时不时指导。大祭司描述时，琳琅甚至能想到拉美西斯的表情，他心情和大祭司一样微妙。陛下真的变了，从无所不能的君王变成了学着讨好你的愣头小子。两人对视，都叹气，觉得不可思议。大祭司离开前再次向琳琅道歉，他恢复笑容，行礼离开。出了宫殿，注意到了那片莲花，大祭司眯眼，心里感慨，也明白了陛下叫他来的用意。陛下真在为琳琅铺路，就连他都是这过程中的一环。今天这一趟，他对琳琅的偏见消散，开始正式认可琳琅身份。接下来就是协助陛下面对老顽固，让琳琅成为埃及第一王后。不，按陛下意思应是埃及唯一的王后。拉美西斯最近忙，好几天没来琳琅这。陛下还在书房议事，今晚不能陪您吃饭，让您先吃。说到这，侍女犹豫片刻，今天也给您端桌子底下吗？琳琅扯了扯嘴角，不用了。自从拉美西斯每晚都要和他吃饭，为了让他知难而退，他都拉着他在桌子底下吃。埃及君王不别扭，就这么跟着他坐在桌子下面吃。侍女们从震惊到麻木，再到习以为常，深刻领悟到法老对琳琅的独宠，因此对琳琅越发恭敬。琳琅挥退侍女，房里只剩他一人，他拖着腮，对桌上丰盛食物没胃口，最后还是端着自己喜欢的几样菜钻进了桌子里吃。习惯了，这么多天本想惹拉美西斯生气，结果自己反倒习惯在桌子底下吃饭。桌子早被拉美西斯让人改装，底部抬高，里面宽敞，可同时装下好几个人，外面铺上层柔软桌布，隔绝桌底和外面，成为了另一个温馨小世界。内部桌角上端都挂有蜡烛，火光明亮，外面用特殊材质包裹，蜡烛稳定固定，不会担心掉下来或打翻。里面还专门放了2个柔软坐垫，是他和拉美西斯吃饭时做的。吃饭时略显昏暗的氛围，拉美西斯五官轮廓被烛火勾勒的柔和，在这里他总爱盯着他看，直勾勾的，不加掩饰的爱意在这个半隐蔽空间里发酵得更明显。拉美西斯会偷亲他，抱着他，与他十指相扣，像只人形大狗凑过来蹭蹭他的脸。琳琅故意冷着脸扒拉开他，他又凑过来，这里只有你和我，是我们2人独有的空间，没人能打扰，我的爱意会放肆一些，希望不会吓到你。对于这么一套，琳琅还真有点把持不住。现在桌子下面只有他一人，琳琅饭吃到一半，让人拿来几瓶酒，喝了几口，觉得太安静，把小六叫了出来。小六，安卡真的在3000年前吗？要不我们想办法回现代去找吧，我不想待在这了。小六看出琳琅不对劲，一语道破，宿主，你在大祭司面前那么冷静清醒，心里其实还是舍不得拉美西斯吧。琳琅抱着酒瓶，脸红彤彤的，笑了起来，笑完发了好一会儿呆，又喝了口酒。小六，还是你懂我。宿主，其实你也不是不能接受他啊，拉美西斯可是埃及名人，和这么个历史人物谈恋爱，你也不吃亏，还有助于了解历史。琳琅被逗笑了，不要，他有那么多老婆，我哪天要是回现代了，他再给我造100多个干儿子。宿主，我觉得不会啊，瞧他现在这么恋爱脑的样子，你走了他给你守一辈子寡的可能性会更大。琳琅呛了下，觉得热，直接抱着酒瓶躺倒地上，你干嘛突然帮拉美西斯说话？宿主，我是觉得你现在有点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就算你俩最后没在一起，那就当做谈个恋爱好了。琳琅扑哧又笑了，小六啊，你说的对，我经历了那么多世界，遇到的男人也不少，也挺渣的，对不对？没理由说拉美西斯。宿主，那怎么样？你帮助主系统完成任务，那是你应得的奖励，睡几个男人怎么了？琳琅心中的郁闷散了很多，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人。没事的，宿主，不是一个人，我也不会说你渣的。琳琅没说话，摸着自己发烫的脸，眼神迷离。小六又忍不住问，就当是一个人，那你为什么这次不接受拉美西斯？琳琅迷迷糊糊嗯了声，可他以后有那么多个老婆，所以你最终还是纠结这个吧。少女不说话了，安静了好一会儿，小六都以为她睡着了，结果她慢吞吞翻了个身，蜷着身体，轻声说，我是害怕改变历史，我们找到安卡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有心人改变历史，我担心安卡没找到，历史倒先被我们篡改了。小六也静下来思考了一会儿，这个确实有点难办，历史不能改，不然会很麻烦，不过我觉得你该吃吃，该睡睡，把拉美西斯的初夜拿到手，这个绝对不影响历史。醉着的少女笑了笑，嘴里嘟囔，你说的对，我要睡了拉美西斯，不，我要更有出息，睡100个男人，比他睡的还多。宿主有志气，你就吭哧吭哧睡，不用管我。琳琅闭着眼睛说好。一道低沉悦耳的声音蹭过耳际，琳琅感觉有人把她抱住，下意识排斥抵触，直到闻到对方身上熟悉的香，又放松下来，紧紧搂着他的胳膊，我要睡100个男人，你小子很幸运，今晚就是你了，来睡。说完空气好像变得冷了些，琳琅缩了缩身体，男人气笑了，声音凉飕飕，含着怒气，真贪心啊。后面琳琅睡得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和一个很烫的东西贴在一起，觉得热，他离远了些，但又被拽回来继续贴着，有什么东西在试探他，在乱动，硬邦邦的，让他有些难受。他一把抓住，听到一声闷哼，嘴巴被人咬住，手被迫动起来，贴着他的东西更烫了。他被亲得喘不上气来，但是酒精作用，眼皮很重，根本掀不起来，只能闷闷哼唧表示不满。琳琅眨了眨眼睛，有点茫然，昨晚是不是有人来了？侍女回道，没有，我们一直守在门外。琳琅心情微妙，难道真的是梦？他为什么会做这种梦？侍女说，您的脸看起来很红，是不是屋里太闷？琳琅像做了坏事被人发现，有点羞耻，但还是故作平静的点头。侍女又开了几扇窗，琳琅低头悄悄用手扇风，让脸上的热度散些，可梦里的触感和余温却久久粘在脑海里，那么真实。没想到后面几天琳琅一直在做这种春梦，梦里黏黏腻腻，对方恨不得要把她吃了，可每次醒过来
除了身体酸胀疲惫，并没留下什么暧昧痕迹。侍女解释说，可能是琳琅喝的耶尔酒的问题，这种酒是用耶尔果酿的，虽是果酒，却异常香醇勾人，醉不醉人因人而异。琳琅明显是比较容易醉的第二种。琳琅狐疑，试着不再喝耶尔酒，果然真的不做那种梦了。既然是春梦，琳琅没再克制自己，每晚都会喝点耶尔酒。梦里吗？想干啥干啥，不用考虑那么多。现实中他没办法直视对拉美西斯的感情，到了梦里，他就当作宣泄烦闷的地方，大胆热情地缠上对方。对方显然没想到他的主动，琳琅轻亲他的唇，又轻亲他的喉结，酒醉后眼神迷离，使劲睁开眼，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果然是拉美西斯。他在看他，眼睛离得这么近，夹杂压抑着的情欲。他笑了笑，咬了一口他的唇，胆大地挑衅他。拉美西斯眸光闪动，重新把他压下来，铺天盖地的吻，除了最后一步，他几乎将他的全部都探索了一遍。琳琅不满意，每次梦里他都停在最后一步，任他怎么引诱都不为所动。梦里荒唐又动情，两人谁都没说话，只有沙哑旖旎的喘息声和接吻声。夜生活这么丰富，琳琅每次醒过来后多少有点发虚。等现实中的拉美西斯出现在他面前，他该怎么面对？看到他的唇，他就想到梦里他是怎么挑逗他的。为了转移注意力，白天他给自己找了事情做。小六调侃他闲得蛋疼，琳琅耸了耸肩，没有蛋。大祭司将娜丽送回来了，曾经的主仆两人再次相见，拥抱起来，寒暄后坐在莲花池边的长椅上，像朋友一样闲聊。娜丽讲述自己在大祭司那的生活，想不到大祭司看着精明狡猾，却真的将你保护得很好。琳琅一边说着，一边教娜丽怎么打水漂，石子在水面接连漂移，形成一道完美的弧线。琳琅放下石头，故意逗娜丽：“你跟大祭司待久了，胳膊往外拐了。”娜丽摇头，声音很坚定：“你是我的朋友，救过我的命，我的忠心永远献给你。”大祭司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即使有陛下袒护，曾经却也受过很多苦难，所以为人处事谨慎圆滑，但绝对不是坏人。周围没人，娜丽悄悄给琳琅讲起了一些皇宫里不怎么外传的事情。陛下10岁时就被前任法老放进铁笼，每晚与凶尸为伴。在你未入皇宫前，他沉默狠厉，我见他都不敢大喘气。你的出现让他渐渐有了情绪。别国君主多为40-50岁的老头，而埃及的法老和大祭司均未到30岁，实为罕见。前几年有人嫌陛下和大祭司太年轻，故意刁难。当时埃及内忧外患，陛下以铁血手腕，加之大祭司的协助，方压制住反动贵族，又平定周边国家的骚扰。在此环境中，陛下他们总得带着一层保护色，外表冷漠，心底却渴望被爱。陛下的改变，我们都看在眼里。爱情本身美好，能让人为对方变成更好的模样。娜丽看着琳琅，眼眸弯起，我总觉得你对陛下并非无情，或许你可以试着听听自己真实的心声。琳琅愣愣摸上胸口，半晌笑起来，却未言语。近日皇宫忽传流言，说拉美西斯鲜少外出，是因在书房遇刺，受重伤卧床秘密休养，情况不佳。琳琅闻言心生紧张，难道他这么多天没来，是因遇刺受伤？他欲前往探看，却被侍女拦下。陛下不想让您担心，他没事，让您乖乖待在这里，连去他宫殿的资格都没有吗？琳琅怒拍桌子，气急反笑，不去就不去。当晚月圆，琳琅坐于莲花池边发呆，忽见一只黑猫闯入。黑猫毛发黝黑油亮，橙黄树瞳，漂亮神秘。黑猫与琳琅对视几秒，迈着优雅步子走开。琳琅被其吸引，跟在其后。黑猫爬上树，一跃跳上宫殿外围墙壁，又叫了一声。墙壁甚高，黑猫小小一只，风一吹似要被吹落，看着很无助。琳琅以为它不敢下跳，便发挥爬墙技能，踩着墙面镶嵌的凸起玛瑙爬上去。刚爬上来，小黑猫却跳了下去，跑到墙外。琳琅吹着冷风叹道：“这猫真顽皮。”刚要下去，又见墙外似站着一高大人影，没想到再一次以这般尴尬方式与拉美西斯见面。传闻中卧床养病的男人，此时就站在墙外树下，环胸抬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一点也不像受伤的样子。琳琅来不及疑惑，先笑了下，趴在墙头假装看风景，满脸无辜。我刚才看见一只猫爬上墙头，以为他下不去，才爬上来帮他的，没有别的打算。所以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只猫？黑色的。话未说完，就见黑猫坐在拉美西斯脚边，悠哉舔着爪子。为证明自己，琳琅面色平静地指着他脚下的猫，对，就是他。脑海里却有点乱，他没想到会这样见到拉美西斯，他会不会以为他又要逃跑，直接上锁链，连太阳都不让他晒了？正当少女皱着眉头胡思乱想时，墙下的男人无奈笑了下，我知道。他张开手臂，先跳下来，我接住你。琳琅正疑惑，耳边传来声音：今天是孟菲斯1年1次的节日库尔撒节，孟菲斯城会狂欢到天明。闻言的琳琅抬头看了看拉美西斯，只见他已换了一身打扮，戴上深棕色假发，脸上罩着银质半脸面具，勾唇笑起来时热情开朗，头上的棕色卷发让他更显年轻活力。琳琅也被扣上了一顶浅棕色假发，发色与他很般配。拉美西斯本想给他戴上面罩，但他脸实在太小，面具无论绑得多紧都往下掉。拉美西斯挑眉，最后放弃，只给他脸上抹了一道这个节日很多人会抹的香泥，又拿出一件柔软舒适的披风披在他身上，抵挡晚上天凉的风。两人就这么离开了皇宫，没有惊动侍卫，偷偷来到孟菲斯的街上。琳琅扯扯嘴角，路上没忍住，后退一步，把我关得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带我出来？好久未见拉美西斯，刚才看见他的那一刻，心情却有难言的悸动。除了在梦里，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未见，梦里和现实到底不一样。他现在更加拘束，想要避免和他有太多暧昧接触。拉美西斯却非要挨着他，
手指轻蹭他的腕骨。没有关你。赫梯最近蠢蠢欲动，上次他们没抓到我，很不安分。我不想让你被卷进来，你待在那里，我才安心。我遇刺受伤的消息已传出去，暗处的人会暂时松懈，知道你在皇宫待闷了。今天库尔撒节，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带你出来逛逛。今晚想玩什么我都陪你。夜色下，拉美西斯牵起他的手，自然的与他十指相扣，边走边说：前面跳舞的是努比亚人，左边戴红帽的女人是利比亚人，身旁男人是迦南人，刚过去的小孩英式混血。拉美西斯像完美导游，给琳琅介绍路上的人，他们的来历、习性和爱好，像行走的百科全书。琳琅惊叹他知识渊博。拉美西斯笑了笑，只是平时会留心观察。他捏了下他的小拇指，关于你，我现在也知道了很多。喜欢吃无籽西瓜，剥了皮的绿色葡萄，掺着早晨露水的糕点，讨厌蛇和蝎子，闻床头总要放几个无花果当夜宵，睡觉还喜欢踢被子。停！琳琅点脚，急忙捂上他的嘴，他老底都快让他兜完了。拉美西斯眼里闪着笑意，抱住扑来的琳琅，他提醒琳琅街上人多，别离太远。埃及人爱戴时尚假发，画夸张眼影，穿大胆开放的亚麻裙。琳琅置身人群中，第一次直面感受古埃及文化氛围，之前多在神庙、皇宫或偏僻的塔塔尔村，少有这种大型活动。他想去看阿莎和勒曼亚兄妹，拉美西斯却带他走繁华的主干道，说好玩的东西多。琳琅想也对，拉美西斯没带护卫，去人多处安全。他提醒他戴好面具，别被认出。拉美西斯低头让他帮忙系紧，戴上面具的拉美西斯更神秘，像抛去法老身份，变成有活力的青年，总黏着琳琅，还低头亲他。琳琅皱眉，想叫他名字又忍住，怕冒犯法老威名被抓。拉美西斯见他这样，戳戳他腮帮子，笑他可爱。琳琅努力忽略他，心情也渐渐好起来。古埃及娱乐活动丰富，有骑马、狩猎、斗兽等。拉美西斯带琳琅去体验马场，他们分到一匹骏马，别人都被甩下，只有拉美西斯能让他臣服。琳琅感叹法老光环。出了马场，两人又去神庙，里面供奉着众神雕像，包括拉美西斯。他说琳琅的雕像以后也会在上面，就在他旁边。琳琅扯嘴角，觉得这事太大，他说的太轻松。后面两人玩得很开心，琳琅放下抵触，和拉美西斯互相追逐打闹，糕点他吃一口，他就要吃剩下的。狩猎比赛，他也毫不掩饰展示技术，得到了第一。在收到他惊讶崇拜的目光时，像个幼稚男孩，心里乐开了花。走着走着，琳琅觉得景色眼熟，抬头看到远处巍峨建筑，身体僵了下。怎么了？拉美西斯察觉到琳琅的异样，顺着他视线看去，是皇宫方向。琳琅心中莫名紧张，这里是他现代时首次看到的古埃及场景，他不禁想，这里是否是穿越媒介，顺着路走下去就能回现代。琳琅忐忑地迈了几步，手却被人突然抓住。拉美西斯戴着面具，眼眸涌动，问他去哪。琳琅不答，他又轻声重复，手越抓越紧。没想到琳琅反握住他的手，带着他往前跑。晚风吹过，耳边是叫卖声、讨价声，还有面包香味。拉美西斯惊愣片刻，乖乖配合，护着琳琅不被撞倒。琳琅竟看到了现代建筑，心跳加快，但几个小孩跑出，让他停顿。现代建筑瞬间消失，变回古埃及建筑。拉美西斯未发现现代建筑，只见有人从角落跑出，第一时间将琳琅护在怀里，原来是几个孩子。他放松下来，发现琳琅正失落地看着皇宫。琳琅缓了会儿，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做了荒唐事。他竟抓着3000年前法老的手，试图带回现代，还好没成功。庆幸之余，心底又有点失落。拉美西斯问还跑吗？琳琅说不跑了。对于他的敷衍，拉美西斯很无奈。两人回去时已深夜。拉美西斯从未想过会过得如此肆意，心神全放在琳琅身上。他回头看了眼背上睡着的琳琅，眼神柔和，繁星挂天空。他希望回皇宫的路能再长些。琳琅醒来，看见拉美西斯放大的睡颜，他轻轻动头，腰上的手将他搂紧。拉美西斯闭着眼睛蹭了蹭他，继续睡，像只乖狗狗，嘴角微翘。过了一天，琳琅反应归来，意识到自己又入了拉美西斯的圈套。那晚他表面带他玩，实则观察他对他的态度。琳琅心情愉悦，加上梦里与拉美西斯亲昵，现实中对他的态度也自然亲近。拉美西斯带他出去玩，拉近距离，一眼识穿他的抵触是装的。回来路上，琳琅竟趴在他背上睡着，说明他心里根本不排斥他。拉美西斯不需他口头承认，只试探他的行为就已感受出来。他开始给他造势，在他救他，在神庙工作等贡献基础上，连同敬佩他的大臣，都成为帮他登上王后宝座的有力接替。上下埃及的人们都在讨论这位被法老喜爱的少女的美貌与智慧。琳琅坐在花园摇椅上，吃着拉美西斯剥皮的葡萄，身体却些许紧绷，总觉得之前的事太巧，像是早就规划好了一样。不知不觉，6月份已至，尼罗河水涨潮泛滥，皇宫悄然进行了一次清剿，搜出10几个别国卧底。这些卧底身份隐蔽，如花园园丁、残疾厨师、勤快侍女，甚至神庙神官也与赫梯人勾结，最终都被拉美西斯揪出，清剿彻底。结果公布后，皇宫上下大吃一惊，佩服这位年轻君主的沉稳与果断。那利见琳琅总发呆，担忧天气热影响他往冰槽添冰，让房间更清凉。琳琅啃着无花果，赞拉美西斯厉害，卧底潜伏多年都能被揪出。他想若自己乱跑，可能被利用对付拉美西斯，所以他才软禁他，保护他。琳琅庆幸自己没有站在拉美西斯的敌对阵营，否则怎死都不知道。那利笑称拉美西斯重视他，生活起居都严格把控。琳琅了然，怪不得宫殿相安无事。他忍不住想，若能把这位法老拐走做男友多好。赫梯奸细被除，琳琅心意确定。拉美西斯每天心情都很好，
翘起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大祭司私下都忍不住调侃他。拉美西斯认真雕刻，头也没抬，等你遇到心爱的人就会明白。大祭司苦笑，求拉美西斯把色给他的女人放回去，还想在皇宫暂住，躲个清静。拉美西斯沉思后答应了。琳琅在皇宫可以自由活动，却不能出宫。拉美西斯能够保证皇宫安全，但孟菲斯太大，他不放心。琳琅在皇宫生活快活，拉美西斯有求必应，还帮他搜集安卡。大臣们送各式安卡讨好未来王后。琳琅每天面对一堆安卡，自己挑选。已经有侍女悄悄开始称呼琳琅王后，估计拉美西斯已经开始筹备迎娶王后的祭祀仪式了。有位大臣不甘，让女儿见拉美西斯，他女儿美貌智慧出众，大臣不信拉美西斯无动于衷，结果拉美西斯看都没看，直接赐婚，降了大臣的职以示警告。琳琅从那利处得知此事，听大臣女儿叫奈菲尔塔利后，直接坐不住了。奈菲尔塔利是拉美西斯历史上真正迎娶的第一王后，也是他深爱的女人，现在拉美西斯竟将她许给了别人。拉美西斯，回你自己的寝宫。晚上，琳琅不管怎么推坐在他床上的男人都不动，还顺势揽她入怀。他抚摸琳琅的肚子，听那丽说：“你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是饭菜不符合胃口吗？”声音低沉温柔，动作却很霸道。琳琅脸埋他胸膛，心想历史被他玩崩了。他该撮合拉美西斯和奈菲尔塔利，可做不到。拉美西斯在他心里是活生生的人，他最大的让步就是冷落他，让他自己远离他，重新变成原本的拉美西斯。琳琅念了几遍清心咒，从男人怀里钻出，放了个枕头当分界线，裹成蚕宝宝躺下，凶巴巴说困睡勿扰。拉美西斯轻笑，听话的没再碰他，盯着少女的后脑勺看，觉得十分可爱。第二天早上，琳琅发现枕头不知去向，自己被拉美西斯抱进怀里。他醒后吻她额头，人形小猫反抗起来，却被他按着逗弄。侍女们进门看到这一幕，脸红低下头。大祭司暂住皇宫后，常来琳琅这串门，八卦他和拉美西斯感情经历。琳琅刚开始应付几句，后面懒得说，都是那丽招待。大祭司让那丽回他那里，那丽不好意思拒绝，说想留在琳琅身边。大祭司无奈笑了笑，眼底划过失落。琳琅冷落拉美西斯，宣告失败。他决定好好沟通。他说自己有遗传病，不想耽误他，不能在一起。拉美西斯皱眉，却说要尽快准备大典仪式。琳琅愣住，怀疑自己听错了。拉美西斯无奈地用自己的鼻梁蹭了蹭他的脸颊，别拿自己身体开玩笑。琳琅很是苦恼，你是君王，娶外族人当王后会有很多人质疑抗议的。拉美西斯低垂着眼，任何阻挡我们在一起的人，我都会除掉。炙热情话让琳琅无法平静，抬头去看星星，忽然脖子一凉。琳琅发现拉美西斯正给他戴项链，是仿照他叫安卡吊坠做的，材质做工更精细，黄金细链，安卡表面镶嵌水晶钻石，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亲自为你做的，喜欢吗？琳琅盯着胸前安卡，久久不能回神，因为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这就是他找了很久的安卡。拉美西斯以为他被自己做的安卡惊艳到了，笑了笑，低头虔诚吻上那枚安卡下少女白皙的锁骨。这条安卡献给我唯一的妻子。那枚安卡质地细腻温热，被拉美西斯捂热才给琳琅戴上。琳琅鼻腔酸酸的，主动吻上她的唇，感受到她温热的呼吸和坚实的胸膛。拉美西斯惊讶又愉悦，享受着她的主动。琳琅不敢看她的眼睛，害怕自己消失在她深情的目光中。这个吻持续了很久，直到她被横抱进卧室，被年轻强大的法老压在身下吃干抹净。第二天，琳琅睡到大中午才醒，床上只有他一人。他看着满身的暧昧痕迹，惊讶自己还在这里。小六提醒他任务未成功，建议带着安卡回现代试试。琳琅回想来到古埃及的场景，决定去那条商业步行街试试，不能随便离开皇宫。琳琅养好精神后去找拉美西斯，他最近在忙，不仅是筹备丰厚大典，还有赫梯对埃及的威胁。书房里气氛严肃，除了大祭司，还有几个琳琅衍生的大臣，他们在讨论政治术语，内容隐秘复杂，琳琅听不太懂。他刚迈进书房的一只脚悄悄退出来，却被拉美西斯注意到，他让他进来。书房里的其他人都转头看向门口的少女，琳琅僵了下，大大方方走进来。除了大祭司，几位大臣对他都十分好奇。拉美西斯对他态度柔和，桌子下，他的指腹轻轻勾起他的手，亲昵地蹭了蹭。琳琅不由想起昨夜，瞪了他一眼，提醒他注意场合。拉美西斯眼眸含笑，毫不在意。大祭司面色如常，其他大臣却目瞪口呆，他们哪见过法老这么宠人的样子，简直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一时间，大臣们神色各异，却无人开口。琳琅知自己成了书房焦点，轻声对拉美西斯说想出去一趟。拉美西斯笑意稍减，不动声色地又勾起他的手，去哪？琳琅觉他眼神可怕，心虚称想出去转转。他若有所思，提及他昨晚喊累。琳琅借口天气好想外出。拉美西斯沉吟后还是答应了，叮嘱他不要走远，早点回来。直到出了皇宫，琳琅仍觉不可思议。小六调侃可能男人开了婚后更会宠人了，琳琅却觉得他可能在暗处监视。他寻至之前那条街，奔跑多次，未见现代建筑，街上清冷，人们对他奔跑投来疑惑目光。便衣侍卫们被命不能离琳琅太远，只得随他跑，尴尬不已。琳琅跑累停下。小六提议或许需要拉美西斯同意才能回现代，毕竟安卡是他亲手做的。琳琅苦笑，要让拉美西斯同意我回现代，还不如我试试撞墙死亡回现代。正犯难时，就听到有人喊他名字。琳琅回头，竟然是很久没见面的阿莎。反应过来后，朝他招手。阿莎跑来抱住他，
激动不已。便衣侍卫玉兰，琳琅示意不用。阿莎注意到便衣侍卫，意识到自己愉悦，怯怯闭嘴。琳琅安慰他不会有事。两人去面包店叙旧，面包店今天休业，勒曼亚也不在。阿莎很怕这些面容严肃的便衣侍卫，可现在她的注意力都落在了琳琅白皙脖子上密密麻麻的红痕上面。阿莎呆愣住了，从没见过这么多不可忽视的吻痕，像是野兽标记领地，宣示自己的独有权。她怯怯收回自己搂在石瑶胳膊上的手。琳琅不好意思地扯了扯衣领，觉得阿莎未成年，还是少让她看到这些东西比较好。阿莎眼里带着担忧，陛下是不是很凶？他会强迫你吗？琳琅一愣，哈哈笑起来。阿莎，你不用担心，我没事。她视线一转，面包是不是烤好了？我们过去快看看。啊，天啊，差点忘了！阿莎惊呼，想起了被忽略很久的面包，急忙起身去查看。还好，再晚一些估计就要烤焦了。阿莎呼了口气，吹了吹泛着热气的松软面包，让琳琅尝尝。琳琅夸赞阿莎手艺好，阿莎被夸得脸红红的。那有机会我还做给你吃。关于拉美西斯的话题，算是被琳琅绕开了。实际上，吻痕是琳琅自找的，因为快要分别了，昨晚床上一直在挑衅拉美西斯，质疑他的能力，试图给他留个不好的印象再离开。男人在那一方面的能力，怎么能被心爱的女人质疑？这对向来骄傲的拉美西斯更是莫大的耻辱。他眼眸幽深，动作不再温柔，带了一丝原始的野。琳琅这才发现他之前一直在克制，担心会让他太疼。折腾一夜，琳琅没能离开。第二天在充满暧昧气息的床上醒来，情绪复杂，不敢直视这段回忆。时间过得很快，夕阳混着云层，琳琅要天黑前回皇宫。阿莎不舍，想让琳琅留下。琳琅说情况特殊，得回去，不然下次难出来。阿莎闷闷说下次还要找他玩。琳琅笑着抱了抱他，才回去。拉美西斯就将琳琅抵在桌沿亲吻，气息洒在颈窝。琳琅知道，即使拉美西斯没跟，他的行程也能被他实时掌控。他无意识的在他喉结画圈，惹得他气息幽深。琳琅赶紧停手。拉美西斯滚了下喉结，看到他胸前的吻痕，知道自己昨晚太过了，慢慢松开他。可没过几秒，又忍不住将人揽进了怀里，拿鼻梁蹭蹭他，带着股眷恋。逐渐燥热的氛围下，琳琅轻声说：“拉美西斯，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你能不能当作没有我这个人？”不可能，你不见了，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拉美西斯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搂紧他。出去一趟就开始说这种话。他眯了眯眼睛，是有谁和你说了什么吗？看到男人眼底一闪而逝的危险，琳琅越发觉得自己回现代的路任重而道远。琳琅，你总是瞒着我很多东西。拉美西斯看着他，你可以不告诉我，我也不会逼问你，但是不代表我不会以另一种方式自己去寻找答案。琳琅知道他指的是阿莎，他不说，他很有可能会为了得到答案对阿莎不利，所以如果他不想阿莎有事，就乖乖说出来。这是拉美西斯骨子里改不掉的强势。不过现在会是先提醒他，于是决定敞开天窗说亮话。他神情认真起来，双手搭上男人的肩膀。拉美西斯，我其实来自3000年后。原本以为拉美西斯会不相信，结果他却出奇的平静，垂眸看了他好一会儿。所以你想离开我？琳琅有点懵逼，他是不是关注错重点了？小六蹦了出来，恋爱脑从不分国界、时间、地点。琳琅好奇为何有人能既精明又恋爱脑。见琳琅一直不说话，拉美西斯眼眸宛若寒霜，抬起他的下巴说话。琳琅感受到下巴上的手在慢慢缩紧，明显这个话题踩在了他的逆鳞上。他抬头对上他阴沉的目光，我不该出现在这里，和你的相遇是一场错误，你应该娶另一位埃及贵族女人成为你的妻子，是我的到来改变了历史。拉美西斯勾了勾唇，眼睛有黑夜般的墨色，然而此时眼底却并没有任何笑意，甚至冷得吓人。你说我们的相遇是一场错误吗？琳琅愣住，他这个样子，他不敢往下说了。拉美西斯捏着少女的下巴吻上她的唇瓣，与其说吻，不如用咬形容更贴切。既然温柔无法留住她，那抱歉，她只能强硬起来。我的王后，我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拉美西斯走后，那莉担忧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琳琅摸着被亲麻的唇，没有说话。两人冷战3天，那莉为两人感情担忧。琳琅却知拉美西斯每晚都来陪她，天亮前再离开。他不愿被琳琅发现这卑微行径。拉美西斯对琳琅自负又自卑，他拥有埃及和一切，琳琅却不感兴趣，为历史远离他。他苦恼紧张，白天让侍女关注琳琅，晚上来看他。第5天晚上，拉美西斯又来了，琳琅仍旧装睡。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拉美西斯，直到身体忽然被人抱住，轻轻揽进怀里。对方像个迷茫的孩子，头埋在他的颈窝，高挺的鼻梁蹭得他很痒。琳琅努力闭着眼睛，不露出端倪。这么不想看到我吗？他抱住琳琅，头埋在他颈窝，咬了他锁骨一下。琳琅终于没有忍住，睁开了眼睛。拉美西斯早就知道他在装睡了，没等琳琅说话，就给他披上了厚披风。他牵着他的手往外走。这一次，拉美西斯骑马带着他，竟然出了孟菲斯城，最后停到了尼罗河前。他捧出清水，先饮一口，再亲上琳琅，让他喝下。琳琅，喝过尼罗河水的人，无论走到多远，最后都会重新回到埃及。这近乎诅咒般的情话，是他抵着他的额头说的。琳琅心跳不由得加快，仿佛喝下的尼罗河水真的起了作用。他与埃及和拉美西斯之间产生了一种看不见的亲密羁绊。天蒙蒙亮，太阳升起，拉美西斯带着琳琅坐在河岸边，将她搂在怀里。现在风景不错，我们聊聊天。拉美西斯还是先当了服软的那个，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冷战而制造台阶。聊什么？我的一生。拉美西斯头抵在他的肩上，贴着他的侧脸。我想知道自己在历史上是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想尽办法离开我。琳琅想了想，倒是不客气地说了起来：你一生会有很多老婆和孩子，红颜知己遍天下。拉美西斯皱眉：我只会有你一个妻子，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不用离开。拉美西斯勾起他的手指，放在自己心脏的位置。我可以让人修改史书，历史上的拉美西斯会成为你所说的那样。他拥有数不清的妃子、孩子，长老送来的女人会收下，其他国家送来维护两国友谊的女人也都会收下。
他是一个出色的、懂得维护最大利益的政治家，而真正的拉美西斯只会有你一个人，他只爱你。琳琅没想到他可以为了自己做到这个份上，竟然想要修改史书，为什么非我不可？为什么不能？琳琅叹气，在不透露具体历史走向的情况下，讲起了他的一生，包括一些事迹。你是一个喜欢排场、追求完美的君主。史书记载有一次，你由大祭司和名流陪同，乘坐金碧辉煌的驳船，在人民的欢呼声中，随神像一起从神像原址卡尔纳克启程，行走了2英里的路程到达尼罗河上游的卢克索神庙，举行了足足23天的典礼和庆祝活动。琳琅感慨，要是在现代，那就是23天的假期，可惜了。他又说，你还一直致力于树立自己与诸神平起平坐的形象，大兴土木，修建大量的宫殿、神庙和雕像，这些遍布尼罗河三角洲至努比亚地区的建筑群落和雕像群，名字、形象和远征故事简直家喻户晓。拉美西斯安静听着这些大胆的话，要是别人说，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砍了对方的头，但是从琳琅嘴里说出来，他只能皱着眉，时不时进行反驳。比如他并不是喜欢追求排场，而是当初继位时政局动荡，他不得不以这种形式立威，后人竟然这么传颂他，害得他在琳琅心里的印象不完美。拉美西斯有点郁闷，琳琅说的口干舌燥，又慢慢开始调侃起来。拉美西斯，你以后有一场很大的战役，会像蜘蛛一样四肢手绝地反击，打赢那场仗。拉美西斯揉了揉眉心，对于后人对他的描述很无奈，但见少女说的津津有味，他觉得能让她开心也挺好。拉美西斯望着尼罗河中两人的倒影，笑了声。琳琅见他终于笑了，心情也好了很多。那场战役他说得很轻松，其实实际情况十分残酷。拉美西斯真按琳琅口中的历史，让史官连夜修改史书。琳琅知道拉美西斯的决心，修改史书确实是一个办法，就是太过于麻烦，也不知修改是否有效。毕竟他只影响了拉美西斯的配偶和后宫，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拉美西斯需费大心思应对相关变化。后面拉美西斯用强大的执行力打消了琳琅的顾虑，他在各种衔接上都做得很好。琳琅说不心动是假的，他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再嚷嚷着离开就太不知好歹了。与小六商量一番，小六也觉得可以，如果历史真的容不下你，即使你不走，他也会赶你走。琳琅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不再费心费神，开始享受生活。拉美西斯感受到琳琅留下的心意，终于放下心来，抱着他睡了好长一觉。半夜拉美西斯半夜做噩梦醒过来，蹭着他的锁骨说想要子嗣。琳琅迷糊中以为春梦，畏惧，后知非梦已晚，两人缠到第二天中午。午饭后，拉美西斯去书房处理政务，琳琅累极又睡，再醒10天已黑。拉美西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此时躺在他身边沉沉睡过去，手里还握着他的一只手腕。琳琅心疼，亲了亲他的唇。拉美西斯前几天每天晚上几乎都没怎么睡觉，一直看他，昨天又折腾这么久，今天还不忘去处理基层的政务，铁打的人也该累了。琳琅能感受到他越来越小心翼翼的爱，他如此付出，琳琅决定协助他一起修改史书，尽可能让历史如之前那般展现给后世。就这么相安无事过了1个月，史书已按拉美西斯所说的修改，他瞬间多了几10个妃子和儿子。至于王后的名字，拉美西斯迟迟不让史官写下奈菲尔塔利的名字。我的名字该和你的在一起。拉美西斯虽不满，但琳琅留在他身边已是恩赐。琳琅笑了笑，所以你每天都在纸上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他耳尖泛红，否认只是随便写写。封后大典准备齐全，却因赫梯挑衅，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琳琅记得赫梯人的嚣张，拉美西斯虽未说，他却能感受到他越来越忙。他仍坚持陪他吃饭睡觉，就是睡的时间都特别短。按历史，拉美西斯将出征与赫梯交锋，此战他9死1生。琳琅心中不安，每天为他做饭补身。拉美西斯受宠若惊，一口菜却恨不得慢慢嚼上几10下，舍不得下咽。琳琅带着的2枚安卡都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是不是史书修改起了作用。拉美西斯不知道他亲手做的这枚安卡有特殊的能力，不然一定不会让他继续带着。这天，琳琅离开皇宫，打算去面包店看望阿莎，却在路上遇到了本该在塔塔尔村的格桑婆婆。多日不见，格桑婆婆又苍老了很多，她拄着拐杖，看向琳琅的时候目光复杂。你该回去了，你不属于这里，带着那枚安卡离开吧，强行留在这只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对你对她都不好。琳琅惊愕，没想到格桑婆婆会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时代，还知道安卡的作用。在月圆之夜，太阳出生之前，带着你脖子上的安卡就能离开，到时候老人一顿。忽然不说了，意识到什么，琳琅心里一紧，转过身。拉美西斯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他将她拉到自己身边，目光冷沉地看着格桑婆婆，她不会离开。战事紧急，赫梯野心膨胀，拉美西斯需亲征平叛。琳琅被他重新软禁在宫殿，拉美西斯神情认真，仔细解释这不是软禁。琳琅气笑了，不客气地踹他一脚，那这是什么？都不能出去。他没躲，还贴心地帮琳琅揉了揉脚丫，担心他的脚踹疼了。我离开后，你身边会很危险，你到处乱走，我在外面会分心。男人耐心叮嘱，将头埋在他颈窝蹭了蹭，声音轻而慢，别信婆婆话，如果害怕历史发生改变，就乖乖等我回来，我们慢慢商量，不然一想到回来后你可能会不见，很影响我指挥军队的判断力，那才是会影响历史，知道吗？琳琅答应了。军队蓄势待发，拉美西斯换上一身黄金腰衣，英姿飒爽，
他紧紧拥抱着琳琅，等我回来。太阳升起，队伍远去。琳琅有很多话想要问格桑婆婆，但格桑婆婆不知道被拉美西斯安置到哪了。她脖子上安卡的秘密也被拉美西斯知道了，她将安卡暂时收了回去。如今有什么事情，也只能等她回来再做细细打算。琳琅心里祈祷着，希望拉美西斯能顺利回来。历史上说这场卡迭石战役预计2月，边境厮杀，皇宫岁月静好，已经过去小半个月。琳琅几乎每天与拉美西斯通信，他怕他离开，隔几日便来信，还要他回信。后来琳琅不知说什么，便在信里写每日所吃，有次故意用中文写，拉美西斯竟仿照他的字写回，还挺标准。这天琳琅写完信让人送出，那里告知有人找他。琳琅愣住，是格桑婆婆吗？是个小女孩，叫阿莎。他的哥哥勒曼亚被赫梯人抓走了。闻言，琳琅神情凝重起来，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他之前去阿莎的面包店被赫梯人发现了，他们动不了他，就伤害阿莎和勒曼亚。那里为难，拉美西斯交代不放外人进来，也不让琳琅出去。我不出去，你去告诉阿莎，我会让人去找回他哥哥的，让他别担心。另外，天要下雨了，再派几个士兵送他回家，这几天就守在他家附近，防止赫梯人再次作乱。那里没想到琳琅会这么冷静地分析，并下达合理可控的命令，心里越发敬佩和喜爱琳琅。琳琅心里愤怒，若非怕影响拉美西斯，早就出去抓赫梯人干架了。他活动关节，摸出偷偷定制的匕首，比划了几下。赫梯人想通过阿莎和勒曼亚引他出来，他偏不出去。傍晚宫殿着火，琳琅被人捂住口鼻，不过他早有准备，反应很快，在同一时间反抓住对方的手，侧身给了他一个过肩摔。琳琅猜都不用猜，来的就是赫梯人。他笑了起来，一拳打折了对方鼻梁骨，对方怒火中烧，却被踩住了嘴。琳琅要审问，不远处却传来了那粒惊呼。琳琅过去时又被迷药捂住，险些站不稳脚。琳琅忍住恶心，想要咬死对方，结果看到对方的脸时，他愣住了。虽然对方蒙着脸，但通过那双栗色的眼睛，还是很容易认出来。等琳琅再次醒来，已经是在颠簸的马车上了。有人正在用蹩脚鹤踢与和鹤踢人交流。琳琅动绑着的手腕，惊觉勒曼亚竟与鹤踢人勾结了。阿莎也参与其中。阿莎扶着琳琅，心虚愧疚，为什么要这么做？琳琅，对不起。阿莎抿唇，不肯多说。直到勒曼亚进了马车，见琳琅醒了，他笑了笑，不去看琳琅被绑起来的手腕，关心地问道：“要喝水吗？”琳琅抬头看他，没什么表情，为什么要勾结鹤踢人？勒曼亚失笑：“你可能误会了，我和阿莎本来就是鹤踢人啊。”他继续说起了在埃及的悲惨遭遇，称感激琳琅的水和面包救了阿莎。我什么时候给你水？琳琅一愣，等等，好像有点印象。他之前似乎在第一次出现在古埃及时，递给过一个小男孩水和零食，但绝不是已经成年的勒曼亚。除非……他惊诧地看着眼前的青年，你该不会是那个小男孩吧？很开心，过去10年，你还记得我？琳琅懵了，难道第一次他也短暂地来到了古埃及？但是那是10年前，你不用害怕。我和赫梯军队做了一笔交易，等抓到拉美西斯，他们会给我们很多钱，我会带着你和阿莎离开埃及。勒曼亚看向琳琅的眼里充满温柔。当时阿莎把你带回来，再次见到你时，我真的很惊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10年过去，你的容貌没有发生变化，但我愿意相信你是神明降下来拯救我和阿莎的神使。琳琅没想到自己之前不经意送出去的水和面包，会对别人起那么大的帮助，同时也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琳琅叹了口气，勒曼亚，你真的觉得事成之后，赫梯人会乖乖把我放了吗？你不用挑拨，我身上流着赫梯人的血，这些年为赫梯人效命，做成了不少事情。赫梯首领很重视我。勒曼亚不能一直待在马车里，很快他又被叫了出去。琳琅心累，不再说话。角落里的阿莎时不时偷看他。琳琅，你会理解我吗？不会。那我们还是朋友吗？朋友不会欺骗。小姑娘浑身一颤，眼睛红了，小声哭起来。琳琅心情复杂，用瞬间老了10岁的口气说：“孩子啊，你不该参与这些的。2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远比你们想的要复杂。你和勒曼亚是在被赫梯利用啊，可我们就是赫梯人。那赫梯这些年有关心过你们兄妹俩吗？知道你们被欺负，他们有没有为你们出过头？”阿莎哽住了，为了不暴露在孟菲斯的卧底身份，即使知道他和哥哥总是受到针对，赫梯也从没有为2人打抱不平，哪怕是暗中轻微的教训一下对方。他们为赫梯做了那么多事，赫梯却只是口上称赞。马车又行进了10几天，距赫梯和埃及交战的主战场才走了一半路程。这些天，琳琅悄悄用心理话术说服了意志不坚定的阿莎，了解了运输队伍的情况。他被赫梯小队从埃及王都押往边境，现在走了1多半路程。琳琅知道赫梯人想用他影响拉美西斯，让他失去判断力。拉美西斯应该已察觉他出事了，毕竟他10几天没有给他写信，之前晚回1天信，拉美西斯就在信里暗戳戳点了，意思的下次早点回，不然他一分神，历史就要变了。一想到在边境指挥打仗的男人，琳琅就脑壳疼。为了历史不被改变，他必须要自救，从这个车队逃出去，破坏赫梯人的干扰计划，让拉美西斯发挥真正的实力。今晚就是他计划逃跑的日子。深夜，车队休整，阿莎撩开马车帘子，悄悄探出头来。外面安静，士兵轮流值守，2个强壮赫梯士兵守在他们马车旁。蚊虫声让士兵昏昏欲睡。阿莎撩帘子时，其中一个士兵艾亚伦清醒过来，目光警惕。琳琅是重要人物，埃及法老王后要迎娶之人，将军吩咐要看好人。艾亚伦虽参军不久，却知埃及法老威名，想将人送达目的地，得褒奖升职。艾亚伦当即凶狠地瞪了阿莎一眼，语气很不友善：“干什么？进去！”阿莎被吓得缩瑟了一下，这声音同样让另一个赫梯士兵伊比清醒过来。
艾亚伦，不要这么凶，你吓到他了。伊比虽然这么说，却用赤裸裸的目光打量着阿莎，长得真嫩。艾亚伦哼了声，你来得晚，是没有看见马车里那个，那才是真的嫩，皮肤白皙的感觉一抓就能破，昏迷的样子都能挠得人心痒痒，怪不得埃及法老这么喜欢。两人当着阿莎面说起了荤段子，阿莎脸色羞愤，却还是出声打断，两位大哥哥，我们有点急，可以去找个地方方便一下吗？艾亚伦皱眉不悦，怎么这么麻烦，在马车里自己解决。一旁的伊比却说目的地还有10几天，你想让将军带着臭烘烘的女人去威胁法老吗？艾亚伦皱眉，伊比说的确实没错，于是便想找干草叶给他们解决，却被伊比拉住，说好奇马车里的女人长什么样子，想带他们去空地上解决。伊比，你知道他们2个人多重要吗？不能出差错。艾亚伦，你这么紧张干嘛？2个女人，难道你觉得自己没有2个女人的力气大？向来引以为傲的力量被人质疑，艾亚伦脸色瞬间拉下来，你胆子真大，那是法老的女人，你最好老实点，吃不了好歹看看嘛。伊比眼中露出下流的光，你不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小便的？艾亚伦心里十分比伊比的下流好色，身体却有股火直窜下腹，这一路走得急，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女人了，现在被伊比这么一说，心底也痒痒。挣扎了片刻后，我们快点回来。伊比在看到琳琅后眼都直了，艾亚伦还算理智，防止伊比路上忍不住对琳琅做什么，把他们带到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几乎没有东西能遮挡。阿莎脸色羞愤，你们不要这么看着我们。伊比舔了舔唇，目光落到琳琅手腕绑着的绳子，美丽的姑娘，用不用我帮你脱裤子？你们别太过分。阿莎护在琳琅身前，觉得小时候在孟菲斯那些同龄人欺负孤立她，远不及现在2人男人落在她和琳琅身上的赤裸目光。她真的意识到赫梯人并不是他们的家人，甚至都没有埃及人现在给她的感觉亲切，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内心的想法。琳琅让阿莎别理会，阿莎委屈抱住她。艾亚伦觉得2人默契，要拆开2人，伊比心头一热，也紧跟过去。谁知刚要碰到，阿莎忽然转身，配合琳琅扬手撒他们一脸白色粉末，撒腿跑起来。艾亚伦离他们最近，他痛苦地捂着眼睛。伊比有艾亚伦挡着，情况要好很多。他捂着眼睛看过去，发现琳琅手腕上的绳子早已经挣开，这是早有预谋的计划，得趁其他士兵没有发现之前，赶紧把琳琅抓起来。他虽然龌龊的小心思多，但是本身能力并不差。2人想跑，伊比反应快，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了阿莎的衣领，将她扯过来。我看你往哪跑，手臂却突然被阿莎咬住。琳琅，你别管我，快跑！另一边的艾亚伦也顾不上自己的眼睛，跌跌撞撞冲向琳琅。他体型太大，琳琅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给对方一个过肩摔，只能来回躲避，寻找弱点处攻击。阿莎知道琳琅一个人对付艾亚伦很吃力，她紧紧着拽着伊比的裤子，不让他过去。无论伊比怎么踹，都踹不掉。伊比咒骂一声，不能让琳琅从他们2人手中跑了，不然他和艾亚伦会接受最严酷的惩罚。伊比眼神怨恨起来，掏出来把刀对着腿上的阿莎捅了下去，鲜血贯穿腹部，阿莎瞬间失去了力气，被伊比一脚踹开。伊比得意地笑了笑，却没想到下一秒，他整个人猛地被看不清路的艾亚伦撞倒，手中的刀也被人夺走。紧接着，伊比看到那个柔弱的东方少女拿到他的匕首，在他和艾亚伦身上一刀一刀捅着，他甚至疼得无法喊叫。阿莎躺在地上，捂着肚子，身体却还是一直在流血。琳琅故意引导艾亚伦撞上伊比，夺走伊比手中刀，最后将2个身形高大的赫梯士兵杀死的过程全被阿莎看在眼里。回忆起见到琳琅第一面时，琳琅也是这样从天而降一般救了他，可他竟然还要去破坏琳琅的幸福，他可真讨人厌，怪不得一直没有朋友呢。阿莎眼泪又流出来了，琳琅迅速地包裹住阿莎腹部的伤口，可伤口的血还是很快将不尽燃。坚持住，我带你离开，你走吧，我没有力气了，不想连累你。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琳琅却背起他往赫梯人扎营相反的方向跑。阿莎虚弱地问，我们还是好朋友吗？是，一直是。你还生我的气吗？你好起来我就不生气。阿莎想笑，却发现自己没力气笑了。再后来，琳琅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背上的心跳也渐渐停止。琳琅停下来，望向天空，云层遮住月亮，让人心里发闷。他深呼了一口气，想不通勒曼亚为什么会这么做，会相信赫梯人的鬼话，让阿莎陷于这种处境。只不过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正当琳琅想要将阿莎的尸体暂时藏起来时，他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赫梯人发现他们不见，追来了。琳琅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幸好现在这都是土丘，还有大量灌木丛。琳琅身形小，缩起身子，在夜色下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在这，赫梯队伍很快就赶了过来，勒曼亚也在其中。阿莎，勒曼亚看清地上的人后，一个踉跄，明显不相信地上满身是血的人是他妹妹。赫梯带队首领库萨不管勒曼亚，见地上只有一个人，他气得破口大骂，好不容易抓出来的人竟然就这么跑了，你妹妹跟着人跑了，死了也是活该。库萨毫不客气地踹了一脚阿莎的尸体，琳琅躲在草丛里死死瞪着库萨。勒曼亚无法忍受自己妹妹的尸体被人这么对待，他连忙护着自己妹妹的尸体。勒曼亚，你好大的胆子，给我起来，人是你妹妹放走的，她死有余辜，你立刻去找回人质，不然你就跟你妹妹一起死。见勒曼亚迟迟不动，库萨脸上愤怒，如今勒曼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他的妹妹还帮助人质逃跑，一胸腔的气没处发泄。库萨揪起勒曼亚的衣领，狠狠给了他一拳。勒曼亚嘴角被打出了血，他只觉得晕眩，想不明白一向听话且
且胆小的妹妹，这次为什么会帮助琳琅逃跑？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勒曼亚当然知道和赫梯士兵合作有危险，他只是想让拉美西斯失败，看这位和他年纪相仿却一直高高在上的君王有一天也成为俘虏，被人嘲笑侮辱。10年前琳琅将面包和水给他后，其实这些东西他和阿莎并没有吃过，因为又被人抢走了。而那次抢走他东西的是年仅10几岁，还只是国王最年长之子的拉美西斯。明明是一样的年纪，拉美西斯却能高高在上的睥睨他，审问他这些东西的主人和他是什么关系，而他勒曼亚只能卑微到泥土里，畏缩的低头一一回答。即使最后拉美西斯用更丰盛的食物换取了他手中的东西，可他一句都没有问过他的意愿，那般强势的样子让勒曼亚怨恨又自卑，嫉妒和不甘的种子从那时就已经种在心里。他要夺走拉美西斯最重要的东西，强烈的想让他也感受一遍自己的无助，自尊心被打碎的感觉。可在这一刻才后悔，阿莎的死在勒曼亚心口撕开一道口子，他痛苦的懊悔，明明面包店已经有起色了，明明他和妹妹已经开始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是他太贪心，嫉妒心作怪，害了他的妹妹，也连累了琳琅。勒曼亚彻被打倒在地上，库萨在他身上吐了口痰，拔出剑就要捅进勒曼亚身体里。既然这么舍不得你的妹妹，就跟他一起去吧。勒曼亚趴在地上，脸贴着地，狼狈的偏了偏头，看到了不远处藏在草丛里的琳琅。琳琅与他对视一眼，两人都愣了。勒曼亚什么都没有说，上方的刀落了下来，鲜血染红刀刃。他抱着阿莎，缓缓闭上了眼睛。琳琅捂着嘴，将自己紧紧伏在草丛里。晚上光线很暗，赫梯士兵就在他旁边绕过去。士兵人高马大，手持兵器迷药，琳琅不敢暴露，待他们走远才敢动。这里地形崎岖，他光顾着观察周围有没有赫梯士兵，没看清身下的路，竟然一脚踩空，从山丘滚了下去，滚了一身泥巴，脸上全是泥，头上还插了几根草，手心隐隐作痛。琳琅摊开一看，好多地方都破皮了。琳琅忽然一愣，从腰间摸索出来什么，是他习惯性带在身上的那枚旧安卡，如今滚下山崖，正好护在他腰的部分。他没事，安卡却彻彻底底碎了。琳琅抹去脸上的泥，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似与老友告别。一阵风吹过，让脑袋清醒了些。赫梯士兵随时会找回来，得快点离开这里。战事已持续了近1个月，琳琅不知走了多久，身上的泥巴都干了，任谁都不会将他和柔弱的东方少女联系在一起。路上琳琅饿了就吃野果子，渴了就找溪流喝水，实在找不到水源就喝叶子上的露水，真实的体验了一把野外求生。他现在的位置，根据小六数据判断，距离卡迭石要比王都孟菲斯近很多。和拉美西斯通信的是专属信鸽，平常的鸽子根本没办法把信送到拉美西斯手里。卡迭石战役本就惨烈，拉美西斯若是再分心，很有可能会死在战场上。为不让他分心，琳琅决定亲自去找他。附近荒无人烟，他没有马匹，只能靠腿走路。他爬上树摘果，还有心情逗逗幼鸟。只是再好的心态，日夜不停地奔波，身体也吃不消，伤口发炎引起发烧，他晕了过去，以为自己会死在野外，却被一对游历爷孙救了。善良的老人喂他水和食物，还给他进行了伤口清理。孩子，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种地方？身上还有伤口。琳琅随口编了个借口，老人也没有过多询问。倒是老人的孙子惊奇满身泥巴的他竟然是女孩。琳琅笑了笑，低头看着自己一身的泥巴，我这一身泥是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小孩点点头，那你可真是命大。交谈后，琳琅觉两人没有恶意，心情慢慢变好。分别时，老人竟赠马给他。琳琅窘迫，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东西。小孩顽皮扣下他衣上的干泥巴做抵押，老人也笑了，对，用这个。他们还分了琳琅一些干粮和水。琳琅道谢告别。夕阳西下，琳琅忘了赶了多久的路，他遇上了一片黑压压的军团。对面军团首领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来这干什么？”琳琅认出是埃及的军队，于是很快的回道：“我叫琳琅，我是来找你们的。你就是琳琅殿下吗？”普塔军团首领惊讶认出了他，因拉美西斯曾给他们看过琳琅的画像。琳琅检视遭遇，说拉美西斯有危险，需赶去卡迭石。他想起历史书上卡迭石战役描述，担心受他影响的拉美西斯处境。首领一听陛下有危险，神情也紧张起来。我速速整队回去支援陛下，我会派人送您回皇宫。来不及了，我跟你们一起去。首领见他狼狈却坚韧，肃然起敬，没再拒绝，让医师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路上满是战争痕迹，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琳琅越来越担心拉美西斯，走了3天，终见卡迭石，那里硝烟弥漫，隔远都能听见呐喊声、兵器交锋声。普塔军团看出不对劲，卡迭石竟然潜伏着大量的赫梯士兵，立刻下命前去支援。他侧头看到少女身形晃了一下，差点从马上跌下来，幸好最后又握紧了缰绳。奔波这么久，身体终究是吃不消，您在这里等待，我们过去就好。不，我没事，我保证不会拖你们后腿。琳琅灌了口水，清醒了很多。他摸了摸腰间的东西，那是他做的简易版手枪，本来缺失材料，多亏了小六帮忙，帮他偷偷搞出来。带刺的刀片可以代替子弹，威力虽然比不上真正的手枪，但也不可小觑。他必须要保证拉美西斯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铁骑踏过染血的土地，到处都是残肢断体，马蹄时不时踩过一只断臂，又或者一根手指。有赫梯敌军的，也有埃及士兵的。士兵扫过地上，看到地上熟悉的面孔，之前还勾肩搭背、互相逗笑的兄弟，现在在战场上死无全尸，不禁偷偷红了眼睛。战争带给人的伤害，
总是缄默而沉痛。终于到了两方交战的中央，赫梯士兵没有想到普塔军团会这么快赶来，一时之间被打乱了阵型。普塔军团士兵拿起兵器呐喊厮杀，为他们逝去的兄弟报仇，场面一度混乱。琳琅骑着马混在里面，有赫梯士兵想要攻击他，就会被他一枪击中脖子上的动脉而死。琳琅眼神快速搜索着，往深处走，终于看到正在血泊中厮杀的男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拉美西斯。男人左肩中了一箭，鲜血染红了他大半个肩膀，他却像是没有知觉一样，表情冷沉，眼中带着怒火，像是一只凶狠的野狮。即使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仍旧挥动手里的兵器，将试图冒犯他的人消灭。很多赫梯士兵包围住拉美西斯，想要将他擒拿，却被他一刀捅穿了脑袋，血溅到他的脸上，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又捅穿另一个人的腹部。明明身处劣势，却仍旧让人心悸。这位法老身上是杀的血腥气，让很多赫梯士兵忍不住后退。琳琅赶紧捏紧枪，对准一个在拉美西斯身后要对他挥刀的士兵，扣动机关。随着嗖的一声，那名赫梯士兵应声倒地。琳琅又连续对准其他人，瞄准射击，身边的敌人越来越少。人群中杀红了眼的拉美西斯明显愣了下，转头看过来，夕阳如血，染红了天幕。少女骑马而来，拉美西斯定定看着他，这一刻感官和理智才慢慢恢复，眼中的狠厉冷酷淡下来，肩膀上的刺痛让他额头满是冷汗，但拉美西斯心里又无比的宁静。当收不到琳琅给他的信后，他就知道他出事了。赫梯人想要做什么，他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仍旧镇定指挥军队，但心里的担忧与日俱增，精神一直紧绷着，直到现在见到他平安无事，才算真的松下来。其他军团接到普塔军团的通知，也陆续赶到支援。赫梯军队本身就已经被拉美西斯带领的阿蒙军团拼死杀了一半，现在其他军团陆续赶来，逆境反转，原本还在叫嚣的赫梯军队完全被打散，慌乱逃窜。琳琅眼神发冷，拿着枪将刚才伤害过拉美西斯的人全部射杀。拉美西斯从没有看见过琳琅杀人，此时他眼中带着迷恋般的温柔。大部分赫梯军队被歼灭，少部分逃出去，埃及士兵逐一追捕。琳琅从马上跳下来，抱住受了重伤、险些没站稳的拉美西斯，他身上有着浓重的血腥味，味道会不会很重？他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调侃。琳琅满是心疼，不重，我身上也都是泥，好几天都没有洗澡，可脏了。不脏。他搂着她，蹭蹭琳琅的脸，忽然没有力气似的倒在他身上。琳琅没站稳，两人一起倒在了血泊中。火红的夕阳铺满整片天空，血泊中两人仍旧抱着，身上分不清哪处是血，哪处是夕阳的光。怎么来这了？他眉眼略显疲惫，眼中却满是幸福。担心你，来保护你。拉美西斯一愣，笑了，笑得很大声，还不小心扯到了腹部伤口，咳嗽好几声。琳琅捂上他的嘴，别笑了，看出来你开心了。顿了顿，你不会怪我擅作主张，过来给你添麻烦吧？拉美西斯又笑了，这次他在他耳边笑，轻又哑。笑完，他安静下来，看着他，眼中带着与生俱来的从容无畏。不会，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我们两个死在一起，说不定还能一起回到你的家乡，去3000年后的未来。琳琅没说话，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快呸！你是埃及活得最久的法老，会长命百岁的。拉美西斯从善如流。呸！回到驻扎的军营后，几个医师立刻给受了重伤的拉美西斯清理伤口，他伤得很重。拉美西斯昏睡过去，却紧紧抓着琳琅的手。为了不影响军医救治，琳琅尝试着收回来，结果不但没收回来，昏迷着的拉美西斯又醒了，黝黑的眼睛突然睁开，冷气翻涌，把前面的医师吓了一跳。琳琅赶紧摸摸他的头，一顿安抚，又把人哄睡过去。医师们被吓得战战兢兢。琳琅笑了笑，让他们放心包扎，他的手乖乖被他抓着，另一只手还反包裹住他的手。拉美西斯后面果然没有再突然醒过来，睡得很沉。医师们终于心惊胆战地包扎好，交代琳琅一些注意事项后，抖了抖一身冷汗，小心翼翼退了出去。卡迭什战役结束后，两方军队都损失惨重，赫梯蓄谋已久的计划与野心暂时被挫败，即使以后还会无可避免地发生战争，但至少现在两个国家暂且会维持着虚假的和平。拉美西斯身体素质强悍，从卡迭什回到皇宫后，身上的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他很快召集大臣，举行了封后大典，过程繁琐，很多祭祀仪式，还要去神庙走一圈。琳琅被侍女们画上绿色眼影，精心打扮，一身亮晶晶的金银珠宝玛瑙装饰，站在阳光下，透着奢侈金贵的光芒。琳琅觉得自己都快成为人形珠宝展台了，随便从身上扣个珠子带回现代，都能发一笔小财。他忍不住摸了摸头上的王冠，分量还挺重。宿主克制，这些东西在之前你也带不回去。琳琅失望，那还真挺可惜。接下来他们还坐着马车游街。埃及子民得知这位新王后冒着生命危险从赫梯人手中逃脱，又带着普塔军团支援陛下的事迹后，纷纷敬佩赞叹。法老全程牵着琳琅的手，神情温柔。可到了晚上，这温柔中就多少带点情欲中的霸道和凶猛。琳琅捂着自己的腰直颤，够了，停！身上的男人微顿，慢下来，高挺的鼻梁有一下没一下的蹭着他的鼻尖，姿态亲密。琳琅，我们要个孩子。琳琅摸上他背上漂亮的蝴蝶骨，你以后会有100多个孩啊！他痛嘶了声。拉美西斯摸着琳琅的脸颊，乖，下次再说这种话，我力道真的会控制不好。琳琅想要踹他一脚，结果被他一把抓住脚踝，更好的疼爱。卡迭什战役过去后，拉美西斯没有之前那么忙碌，几乎干什么都要黏着琳琅陪他一起。小六点评：婚后的法老似乎更加恋爱脑了。琳琅很难不赞同，虽然他看出拉美西斯是很紧张他会突然离开这里，距离下一个月圆之夜越来越近，他一直没有找到被拉美西斯藏起来的新安卡，如今旧安卡已经碎了，要想离开只能依靠新安卡。琳琅无法再忽视格桑婆婆之前的话，他
他继续留在这里，只会潜移默化中在影响拉美西斯的历史轨迹。就算拉美西斯执意立她为王后，他也迟早要离开。这次他偷偷找被藏起来的安卡，没有惊动拉美西斯，并且大部分时间都会表现出不会离开这里的样子。天气越来越好，闲来无事时，琳琅便在宫殿里架起木架，尝试自己种葡萄，享受亲自种植并且食用的过程。他没有让侍女侍卫帮忙，亲自动手，毕竟每天只吃吃喝喝，很容易意志消沉。拉美西斯知道了他的想法，竟然提前找了上好的木头，亲自给他削木条做葡萄支架。阳光明媚，男人脊背线条流畅漂亮，认真的在搭架子，而嚷嚷着要干活的琳琅则被他抱到摇椅上，看着他干。拉美西斯还在桌前贴心的摆了很多水果，作为琳琅消食的零食。宫殿里的侍女们已经见怪不怪的，陛下在琳琅面前简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丈夫，明明是尊贵不可一世的法老，却为了讨自己妻子开心，亲自动手干这些力气活。侍女们很羡慕，以后要找的丈夫能有陛下1/1000深情就好了。大祭司出现在他们身旁，侍女们一惊，纷纷行礼退散。娜丽也要走，却被大祭司拦下。娜丽，你也羡慕吗？羡慕，但我也为他们而感到开心。其实我家里也可以种这些，你可以来，我们一起种。娜丽在迟钝也听出来了，红了红脸，这需要经过陛下和琳琅小姐的同意。大祭司笑了笑，他们会同意的。最近娜丽暂时去了大祭司那，琳琅感觉出来两人有情况，两情相悦的话，他还是很祝福两人，也愿意当助攻，促进一下。而现在最让琳琅高兴的是，他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手机。拉美西斯修改史书很顺利，都在按琳琅说的那样修改。琳琅又表现出不会再离开埃及的样子，拉美西斯渐渐放下心来，不再像之前那样限制他的出行。之前现代那些东西，拉美西斯又亲自交回到他手里。琳琅也当着他的面解开了手机锁，展示一些简单的现代科技，还主动教他怎么拍照，还有怎么录视频，就连 P 图技术也传授给他。拉美西斯学得很快，从刚开始面对这些的不可思议，到后面坦然接受，并且熟练掌握。他打开相机，给琳琅拍了一张照片，意味深长的开口，所以这个叫相机，并没有神在看着，也没有使用限制，之前都是你在骗我。琳琅懵了，被发现了。拉美西斯是个会秋后算账的，他赶紧教拉美西斯打单机游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手机电量有限，不过充电宝是满电的，正好能带着拉美西斯每天玩一小会儿手机单机游戏。别说，拉美西斯很喜欢琢磨这些让他新奇的东西，他甚至想仔细研究构造，再做出来一个手机。琳琅汗颜，佩服拉美西斯敢于创造的勇气，但在3000年前做出一个手机，这是不可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不断侦查，琳琅发现安卡就被拉美西斯藏在书房，但具体位置还没有摸清。与此同时，琳琅感觉自己最近越来越嗜睡，直到这天在葡萄架下面除杂草，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晕倒过去。再醒来，拉美西斯正坐在床边，目光深沉地看着他。琳琅心里一咯噔，为了压惊，往嘴里塞了个葡萄。我咋了？拉美西斯脸眸，眼神又温柔下来，将手掌覆盖在他的肚子上。琳琅，以后尽量少蹦跳，我们的孩子会吃不消。琳琅葡萄差点没咽下去。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拉美西斯俯身抱住琳琅，手轻拍他的背。琳琅终于把卡在嗓子眼的葡萄咽下去，他现在就跟发愣的木头一样，被搂在怀里，即使看不见拉美西斯的表情，也能听出他嗓音里夹杂的笑意。身为任务者，在任务世界是很难怀孕的体质，拉美西斯能这么快让他有孩子，历史果然不是随便吹嘘的，能有100多个孩子的男人是真有本事在身上的。可是他迟早是要离开的。琳琅摸上自己的肚子，怎么会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小生命？他思绪有点乱，注意力不集中的听着拉美西斯在他耳边叮嘱这段时间要注意什么。琳琅决定将孩子生下来再走，他把这段时间作为两人最后温存的时间。不过明明怀孕的是他，拉美西斯却比他还要敏感，怕他磕着碰着，晚上睡觉时不时醒过来，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琳琅觉得除了白天有时候头晕恶心，晚上睡觉还是挺沉的，很久没做噩梦了。拉美西斯却还是不放心，总担心他难受，忍着不说。他每天都会去神庙祈祷。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没有食欲，经常恶心想吐，每次都是拉美西斯在旁边轻拍他的背，他才会好受些。晚上琳琅翻来覆去睡不着，拉美西斯干脆也不睡觉，就陪着他聊天。可即使这样，在拉美西斯小心翼翼的呵护下，琳琅身体还是越来越憔悴。他照镜子的时候都被自己吓到了，卧槽，这还是他吗？脸色苍白，原本红润的嘴唇没有了血色，肚子没大多少，人先瘦了一圈，唯一还算有点精神的，恐怕只剩下他这双还算灵动的眼睛，活像是被人吸了精气。而自从她怀孕后，拉美西斯很少再像之前那样过分索取，为了不让她动胎气，床事上她越来越克制。算算时间，距离两人上一次做大概已经有7、8天那么久了。现在每天晚上拉美西斯几乎都是搂着她，哄她入睡，她睡不着，他就和她聊天。琳琅拍了拍自己的脸，有气无力的吃了颗葡萄，差点又吐出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有点心慌。卧槽，她不会怀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吧？会不会怀3年生个哪吒啥的？后面拉美西斯直接把书卷什么的都搬到了琳琅的宫殿，琳琅尽量不在他认真处理政务的时候打扰他。拉美西斯却频频看向他，问他有没有不舒服，还帮他揉肩膀缓解疲惫感。琳琅哭笑不得，你不是最不喜欢处理政务的时候分心神？你之前在我看书的时候可没少折腾我。琳琅心虚的摸了摸鼻子，好像是这样。那时候他为了故意惹拉美西斯生气，可没少做打扰他的事情。拉美西斯笑了笑，将他半圈在怀里看书。你在我身边吵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会感到很幸福。又过了半个月，琳琅消瘦的厉害。晚上拉美西斯抱着他来到莲花池边看星星，琳琅趴在拉美西斯怀里动也不想动。虽然才成为他的王后不久，两人相处却已经像是老夫老妻一样自然舒畅，
却又时刻炙热，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琳琅虽然没什么精气神，话倒是不少，一会儿说着孩子生下来应该叫什么名字，要不要给这个孩子取2个名字，一个中文名字，一个埃及名字，一会儿又说这个孩子是混血，应该会很漂亮，皮肤不知道是像她一样白皙，还是像拉美西斯偏棕色。拉美西斯把玩着她的手，不知道在想什么。今天夜空的星星格外多，莲花池清澈的水面也跟着映出一层细碎的浮光。抱歉，拉美西斯忽然说。琳琅笑了笑，干嘛道歉？拉美西斯垂眼，轻轻捏了捏她的脸，喉间酸涩。其实你没有怀孕。猜到了。对上拉美西斯惊愕的眼睛，琳琅笑了起来。即使拉美西斯修改史书也会有影响。琳琅慢慢察觉到，是因为他留在这里不走，身体才开始变得虚弱。前几天他就已经没有了味觉，后面其他感官应该也会衰退。琳琅也想通了一件事情，让历史恢复正常轨迹，是要他消失在3000年前。他回不回现代其实不重要，死在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校正方法。所以前几天找到拉美西斯藏在书房的安卡，他也没有拿出来。琳琅摸摸他的头，声音温柔：“我不会走，只是他这具身体已经撑不了太久，无法陪他漫长的一生。”莲花池水面的波光在他们之间浮动，两人安静了很久。拉美西斯忽然动了，察觉到他要干什么后，琳琅一愣。不过片刻，那枚久违的安卡重新戴到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拉美西斯将他抱进怀里，力道很轻。琳琅没有想到，拉美西斯会亲手再将安卡重新戴在他身上。今天可是月圆之夜，在日出之前，带着这枚安卡会把他送回现代。拉美西斯这次怎么不恋爱脑了呢？困了他这么久，最后却还要亲自送他走。琳琅想笑他，眼角却被对方温热的指腹抵住。不许哭！拉美西斯亲他，还是那么霸道。他让他别哭，可哭的明明是他。他又不是感受不到他现在身体在颤抖，眼泪都流到他唇上了。他这次终于尝到了一点味道，很咸很苦。拉美西斯第一次像个夜路来临迷路的孩子，将脑袋埋在他怀里，喉咙间发出轻微的压抑的呜咽，一句句低声叫着他的名字。我不甘心，总觉得有办法能留下你，是我太自私了，你该走了。当天边第一抹阳光出现时，琳琅离开了3000年前的古埃及，也离开了拉美西斯。等到琳琅再一次前往那条步行街，入眼全是现代化的建筑，再也见不到半分古埃及的面貌。人真是奇怪的东西，在古埃及的时候想回现代，在现代又开始想念古埃及。站在这条街上，琳琅一时间恍惚，谁能想到3000年前他也同样站在这条街上。此刻3000年前的拉美西斯在干什么呢？会不会也站在这条街上凝望他的凝望？他下意识要摸那枚安卡，却什么都没摸到，脖子上空空荡荡的。旧的安卡碎在了古埃及，新的安卡没有和他一起回到现代，杜绝了他再次回到古埃及的可能。博物馆放置着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他却一眼没看。拉美西斯和他说，不要看他以后的木乃伊，即使他信奉永生，却也知道自己放了3000年的身体会很丑。他希望在琳琅眼里，自己一直是那个拥有自己繁盛国家的强大君王，一直完美。琳琅遵守与他的约定，明明与他的木乃伊不过咫尺，他也不会去看一眼。不过眼眶偷偷红了，还是被琳娜发现了。琳娜以为是埃及灵异事件吓到了琳琅，一直在安慰他。琳琅笑了笑，最后不知道怀着怎么样的心情离开博物馆。登上飞机，琳琅无意识打开了相册，看到了里面的照片，他一愣，瞬间坐直了身体。他和拉美西斯3000年前的照片竟然都还在，格外清晰鲜活，仿佛之前发生的事情就在昨天。不止他拍的，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照片，都是拉美西斯学会拍照后拿着手机偷偷拍的。他吃东西的样子，睡觉的样子，坐在葡萄架旁边眯着眼睛晒太阳的样子，还有他追着那只傲娇优雅的黑猫满院子跑的样子。有一张两人的合照，拉美西斯站在镜头前面比着剪刀手，后面他双手比爱心，却没有看镜头。琳琅记得那时候拉美西斯知道他想吃小龙虾，但是埃及没有，他让人找了好久才搜来的，让那个国家大厨做了好多。琳琅美美的吃了一顿，虽然第二天嘴上就起泡了，但不妨碍他吃的时候超级开心。当时他觉得拉美西斯实在太好了，有求必应，才摆出那个爱心，却没想到被他用手机拍下来了。他甚至还比了个剪刀手，表情酷酷的。琳琅捂嘴，一张一张翻看，又想哭又想笑。随着照片变换，脑海中跟着浮现出拉美西斯拍这些照片时神情有多么温柔。怪不得他一直拿着他的手机。琳琅本来以为他是好奇手机的功能，原来全拿来拍他了，眼泪忍不住流下来。这次没有人轻轻将他的眼泪吻去。飞机起飞了，窗外云层翻滚，下面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都在慢慢变小，天边的阳光越来越耀眼。琳琅放下纸巾，透过云层，仿佛再一次看到了3000年前的古老国度。那个温柔又霸道的年轻君王站在尼罗河岸，深情又不舍地望着他逐渐远去。自从琳琅不见了，拉美西斯又变回了曾经那个冷漠狠戾的君王。只有跟在他身边的大祭司知道，拉美西斯在没有人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发呆，眺望远方。陛下，您在看什么？一个我永远到不了的地方。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大祭司愣了愣，觉得这可能和琳琅突然失踪有关。关于琳琅突然不见，实在太过于突然，很多地方无法得到解释。换做以前，陛下一定会立刻派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大面积去寻找。可现在，陛下实在太过安静，大祭司不得不怀疑，可能是陛下亲自放琳琅离开。可陛下这么爱他，怎么会舍得呢？今年之后，大祭司早已经娶了那里，两人过得很幸福，还育有3个可爱的孩子。大祭司看着拉美西斯一点一点扩展埃及版图，大肆兴建土木，在各地建立神庙，还在阿布辛贝勒神庙里修建了一个女人的雕像，与拉美西斯平起平坐。但那个人却不是琳琅，而是和底比斯一个贵族女人同名。不止如此，拉美西斯还突然接收了大臣们送来的女人，1个、2个，直到100多个，
他的后宫里的女人越来越多，但却从不宠幸他们。大祭司不理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这么做，但他知道陛下并不开心。皇宫因为女人多了，变得很热闹，但唯独有一处地方，除了固定进去打扫的侍女，法老不允许任何人进去，而他自己每天都会去那里休息，甚至留在那里处理政务，然后晚上一人在那过夜。院子里的葡萄藤蔓已经爬满整座木架，已经到了壮年的法老倚靠着少女曾经最爱坐的摇椅，将安卡放在心口，自言自语。后来进皇宫的女人们好奇，从侍女们口中得知，那座宫殿里曾经住着法老年轻时最喜爱的女子，可惜那女子早逝很多年了，法老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多年沉迷于扩展版图，拉美西斯将埃及推向更辉煌强大的地位，他也成功活到了90多岁，如历史记载，是一位长寿、爱摆牌面、被敌人忌惮且后宫十分华丽的埃及君王。在死后，拉美西斯放弃了进入冥界得到永生的机会，将自己的灵魂以及深沉的思念全部寄托在了那枚陪葬的安卡上面。他虔诚地向哈比女神许愿，他的爱人喝过尼罗河水，终会回到埃及，安卡会带着他的灵魂重新去往他的身边。以虚无混沌的状态，不知道等待了多久，这枚安卡被盗墓贼偷出来，几经倒卖。千年的漂泊，时间的侵蚀，让拉美西斯险些忘了自己是谁。那些身为埃及君王的记忆，在时间的稀释下，竟都变得稀薄浅淡。琳琅的脸也越来越模糊。拉美西斯恐慌，每天都会想千千万万遍，生怕忘记他的模样。时间真是可怕的存在啊！曾经如太阳般灿烂辉煌的国家，如今已经被殖民。现在埃及的居住民早已经不是曾经的纯正埃及血脉。如果是之前的拉美西斯，他一定会愤怒。身为埃及的王，他绝不允许其他国家蚕食他的领地，伤害他的子民。但是现在，拉美西斯只剩下淡淡的无奈和伤感。经过千年岁月，他随着安卡见证了无数国家的灭亡兴起，就连曾经对埃及虎视眈眈、满腹野心的赫梯，如今也不复存在。在历史面前，山川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更何况是渺小的人。之前他阻止不了琳琅因为历史离开他，现在同样也无法阻挡历史滚滚向前。不服输的傲气早已经被漫漫历史所磨灭，现在唯一支撑他的，就是再次见到琳琅，哪怕只见上一眼也好。他实在太想他了。时间如流动的尼罗河水，从不停歇。3000年后的某天，拉美西斯灵魂附身的安卡被一个埃及当地的黑心商人收购倒卖。他终于再一次见到了琳琅，在开罗机场，鲜活的一身现代装扮的他，拉美西斯的灵魂近乎迷恋的看着他。琳琅，琳琅，琳琅啊！他一遍一遍念他的名字，可他听不到。琳琅皱眉，和黑心商周旋，这安卡有些年头了，看着有点旧了，便宜点。拉美西斯愣了下，苦笑起来。是啊，虽然跨过了这漫长的3000年，但他的灵魂却早已经被摧残的沧桑斑驳，不成样子，早已经不是他眼中傲气十足、不可一世的年轻君王了。黑心商不接受，哼了声，有年头的才是好东西，这可是我从黑市花了大钱淘到的，你这丫头到底识不识货？要是实在买不起，也有便宜的。琳琅看着那枚安卡，明明知道价格不匹配，但是他却移不开眼，总觉得这枚安卡应该是他的。最后琳琅咬牙，还是花钱买下了。黑心商笑着离开，同行的琳娜看不下去，叹了口气：琳琅，你被骗了，这个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琳琅笑了笑，将安卡戴在脖子上，喜欢就好，你看是不是很好看？琳娜还是觉得不值，琳琅却一直戴在身上，之后没有再摘下来。拉美西斯的灵魂在安卡里，随着安卡一起贴在他胸口，此刻感觉无比满足。他猜到这里就是他去往3000年前的契机。拉美西斯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让琳琅去古埃及，永远留在他身边的方法，让他摆脱现代的肉身，他会带着他的灵魂回到古埃及，直接降生在那个本该是他王后的女人身上，那样3000年前的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娶她为妻，他能以埃及人的身份留下，两人不会因为历史而分别，她将是他真正的王后。拉美西斯这一刻又觉得自己从未屈服历史，这一次他一定要改写两人的结局。如他所设想，琳琅一步步走向他引导的地方，他现代的身体即将走上马路。同一时刻，他也出现在了3000年前的古埃及，距离他们真正相遇还有10年的时间节点。只要在现代的身体死亡，琳琅的灵魂便会降生在那个叫做奈菲尔塔利的女人身上，那时的自己和她会有一个更好的相遇，更幸福的结局。在琳琅走上马路，即将被车撞上的那一刻，拉美西斯就已经做好立刻带着他的灵魂前往古埃及的准备，他不会让他感受到一点肉身的痛苦。然而在他就差一步的时候，琳琅被琳娜叫住，最后停了下来。他失败了。安卡里的拉美西斯怨气很大，影响了天气，那天下午一直在下雨。后来听到琳娜给琳琅介绍对象，拉美西斯的怨气更重了，有块石头受了他的影响掉了下来。看到琳琅也被吓了一跳，拉美西斯心中懊恼，也终于回过神来，他的灵魂在慢慢变淡，无法再将琳琅的灵魂带去古埃及降生，只能拼尽全力将他连带身体都带到古埃及，让他再次与3000年前的他相遇，即使最后分离也要相遇。拉美西斯以安卡的形式留在琳琅身边，见证了他与曾经的自己相识。这一次拉美西斯像是旁观者，又或者眼前更像是他曾经的回忆，只是再一次鲜活展示在面前。他看着琳琅从刚开始对他的怀疑、抵触、抗拒，到后来认清感情，慢慢沦陷。这次他清晰感受到了他的情感变化，他的每次心跳他都记得，并且与他共鸣，这很幸福。后来曾经的他又给琳琅做了新的安卡，那是现在的拉美西斯所寄生的安卡，最开始的模样。这枚安卡的过去与现在，正如曾经的他和现在的他，两方的交叉点都是琳琅。拉美西斯在这一刻也终于明白，历史根本不是人可以干预的，一切轨迹早已经暗中注定好，没人能够改变。即使有了那枚新的安卡，即使那枚安卡才是琳琅要寻找的，
他也仍旧没有丢下这没救的，没有丢弃孤独等待3000年时光早已经破碎不堪的他。拉美西斯的灵魂越来越虚弱，他能再见到他，以另一种形式陪他经历一遍，已经很满足。即使他们最终不可避免的再次分离，3000年前的拉美西斯也会如他一样，再走一遍他的路。历史一直如此循环，反反复复。再后来，拉美西斯看着琳琅是从赫梯人那逃出去，他从山上掉下去时，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护住了他。安卡碎了，他也要消散了，以风的形式再轻轻托起他的脸，看他最后一眼。经受了3000年的孤独，定格在这一刻，拉美西斯觉得很好，后面的分别太苦，他不想再经历一遍了。琳琅，如果分离注定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那么再次相遇将是时间也无法割裂我们彼此羁绊的齿轮，我们终将再次重逢。